孩子在幼儿园跑跑跳跳，我却在狗窝里乞讨，只因3年前被人贩子拐走，被一位好心的爷爷所救，但被重男轻女的奶奶讨厌，说我是赔钱货，让我每天洗衣做饭，还要照顾他的傻儿子。可好景不长，收养我的爷爷在1年后去世了，奶奶就把我赶出了家，我却只能靠吃百家饭续命，直到被首富爸妈找到，从此被宠上了天。宝宝，跟妈妈回家好不好？妈妈，不哭。仅仅几个字，却暖心的让女人再也忍不住哭了起来。她将自己丢失了3年的宝贝抱得更紧了，哭出了这几年的担惊受怕和失而复得的开心。俊逸的中年男人走过来，将母女2个拥入怀中，仿佛用臂膀给他们建筑了坚实的避风港。不是找到人了吗？还哭什么？臭小子，你给老子滚车上去，别在这儿碍眼！哼，走就走，我还不稀罕待在这呢。宝宝别怕，这是你最小的哥哥，平时就这样臭屁的样子，在家里以后他要是敢欺负你，就告诉爸爸妈妈，或者你另外几个哥哥也行，咱们全家帮你揍他。好。在离开小山村前，他们特地带着礼物挨家挨户的走了一圈，他们都打听清楚了，自从收养圆圆的那老人死后，圆圆这1年多几乎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这村子里的人都比较淳朴，或多或少都有帮助过他的女儿，当然有一家是例外的。怎么了，宝宝？可不可以把大黄和煤球带上？当然可以了，除了大黄和煤球，宝宝还有什么想要带的吗？没有了。那么丑的狗和猫有什么好带的？我好哥们家养的哈士奇才叫漂亮威风，改天让你好好见识见识。闭嘴吧你！哼！宝宝别跟你那蠢哥哥一般计较，你这哥哥说话从来不过脑子。圆圆抿着小嘴微微一笑，其实他能感觉到的，哥哥对他没有恶意。看着那些豪车离开村庄，村民们都挥手和圆圆告别，毕竟圆圆也是他们看着长到这么大的。而且小姑娘向来就很乖巧懂礼貌，村里的人基本上都很喜欢她，只除了一家。奶奶，我要礼物，他们都有礼物，就我没有。我要礼物，我还要那个车。呜！7岁大小的小胖子不顾形象的在地上撒泼打滚，而被他叫奶奶的老人更是脸黑。村里的人都得到了礼物，就他家没有。有什么好要的？我们老赵家是缺你吃的还是喝的了？呸！一点好东西就拿出来炫耀，好歹我老太婆也是看着那死丫头长大的，白眼狼一个。我说赵老婆子，你说这话亏不亏心？以前你怎么对圆圆的？怎么让自己孙子欺负圆圆的？你自己不知道啊？人家圆圆亲爸亲妈没报复，你就偷着乐吧，还在这里瞎编排，也不怕被他们知道了，回头找你麻烦。一个赔钱货有什么好稀罕的？迟早被赶出来。赵老婆子，你嘴上积点德吧，人家圆圆这么乖巧礼貌的孩子，怎么着你了？我看呢，他那爸妈可稀罕着他呢。那些有钱人的家庭谁知道呢？你们就等着吧，那小赔钱货肯定不会好过的。其实他心里已经嫉妒死了，他口中的那小赔钱货，怎么就有一个这么有钱的亲爸亲妈呢？要是这事儿发生在他孙子身上就好了。到家后，圆圆心情忐忑地看着外面陌生的世界，那样漂亮又宏大的别墅和以前住的地方对比起来的巨大差距，让圆圆心底自卑又焦虑，感觉好不真实呀。宝宝别怕，有妈妈在。宝宝，这是管家爷爷。管家爷爷好。圆圆小姐，欢迎你回家，老爷子正在等着你呢。他们这边往客厅走去，早已经坐在主位上焦急等待的老人，在看见孙子进来的时候就有些坐不住了。怎么就你回来了？你妹妹呢？顾安撅了撅嘴，但是在老爷子面前他还是不敢放肆的。爷爷您急什么？他们走得慢在后面呢，怎么一个个的都只关心妹妹，不关心我？老人斜了他一眼，就你这小子还关心，能在家给我消停点就不错了。外面传来了脚步声，老人有些迫不及待地站起来，整理了下自己的衣服。这个大半生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老爷子，此刻竟然紧张了。爸，好。老人激动着连连说好，下一秒迫不及待的一把将圆圆抱在了怀里。咱们圆圆受苦了。爷爷不哭。好，不哭，爷爷这是高兴的。宝宝多吃点这个虾肉，鱼肉没有刺，圆圆放心吃。这个蛋羹好吃，多吃点，吃完了再喝一杯牛奶，以后长得高高的。对比起圆圆那边来自3个大人的亲切关怀，顾安这边就显得冷冷清清的，他吃醋了。哼，你们太过分了，只顾着妹妹都不管我。桌子上3双眼睛齐刷刷的看了过去，顾爸爸皮笑肉不笑的挑了一个鸡翅膀扔他碗里，看着有点恐怖。顾安没骨气的缩了缩脖子。来，爸爸顾着你。
老爷子眯着眼睛夹了一筷子蔬菜过去。你最近好像长胖了些，别只顾着吃肉了，多吃点蔬菜，营养均衡一下。我究竟是为什么要那么欠得多一句嘴？宝宝，以后这里就是你的房间了。圆圆看着这一个房间，就比以前自己居住的那个狗房子要大好多，她顿时小嘴都惊得圆溜溜的。是圆圆的。对呀，整个房间都是给宝宝准备的，床上的玩具是宝宝的，还有那边的书桌，等宝宝上学以后，这里就专门放你的书，还有这个衣帽间，这里的衣服都是妈妈从你小时候就开始给你准备着的，你每年的生日我都给你准备了新的衣服，就希望哪一天等你回来了，随时都能穿上妈妈给你准备的衣服。看着衣柜里那些从小到大摆放的整整齐齐的漂亮衣服裙子，她鼻子酸酸的，都有些看不清楚面前的东西了。原来我一直都有人惦记着呀，不是没人要的野孩子。这个看着冷冰冰的就是你大哥，旁边戴着眼镜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是你二哥，他们两个是双胞胎，但是性子却南辕北辙。你大哥话很少，比较沉稳，但是看着也冷冰冰的。二哥是个看起来很温柔的人，他现在在科研院工作，那边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所以我们也联系不上他。他到现在还不知道你已经回家了呢。你的这两个哥哥都很期待你能回家。哥哥们真好。你顾安哥哥只比你大了几岁，从小性子就跳脱是家里的小霸王，除了你大哥和爷爷能治得住他一些，其他人谁也管不住，说话也从来不过脑子。所以如果圆圆听到他说一些难听的话了，你就来告诉爷爷或者爸爸妈妈，我们帮你收拾他。当然了，宝宝如果能把你小哥给打趴下就更好了。圆圆腼腆地笑了起来，他这么小小的一只怎么打得过呀？这是你奶奶，咱们宝宝和奶奶长得有6分相似呢，若是等宝宝再长大一些，那恐怕就7、8分相似了。你爷爷最爱你奶奶了，所以在看见你的时候他才会哭了，可惜他已经……奶奶。圆圆小小的身体靠在妈妈身上，听着她讲爷爷和奶奶的故事，小小的手拿着那张照片，看着照片上仪态万千、笑意盈盈的女子，仿佛透过照片看见了那个美得不可方物的奶奶。谢谢妈妈，还有爸爸和哥哥们。顾妈妈笑着抱紧了怀里的小姑娘。这个晚上，顾家多年悬着的心终于踏实了下来。第二天，圆圆醒得很早，这是她在养母家养成的生物钟。回忆起昨天一切的圆圆，看了看睡在边上的漂亮妈妈，这才松了口气。小家伙悄悄掐了下自己瘦巴巴的胳膊，胳膊上传来一阵痛感，他才觉得真实了些。不是做梦呀，妈妈早呀。管家爷爷早上好，管家爷爷早上好，我想把昨天换下来的脏衣服洗了，但是不知道在哪里洗。这些都不用你来干的，家里有专门洗衣服的佣人呢，而且夫人给小姐准备了那么多衣服，那些旧衣服你穿着有些短了，以后可能就穿不了。节俭惯了的小团子，思想现在还没板正过来。经过管家的提醒，他才想起来昨天衣柜里的那些漂亮小裙子，他一天换一套都不会重复的呢。宝宝以后穿不了呢，有妈妈准备的好多新衣服啦，以后再也不用担心没有衣服穿了，真好。管家看他那乖巧的模样，心都化了，这才问他为什么这么早就起来了。圆圆睡不着了呀，以前圆圆都是这个时候起来的。他以前起来就要洗衣做饭，还要上山去捡柴火，给院子里的蔬菜浇水。但是今天起来之后，他发现自己不知道该做什么了，忽然空闲下来，心里有些慌慌的无措感。睡不着了吗？那我带你去看动画片吧。管家爷爷，我还没有洗脸刷牙呢。这样啊，那我带他去吧。宝宝过来，爸爸带你去洗漱好不好？谢谢爸爸。妈妈，哥哥呢？别管他，你哥哥现在肯定还在睡觉呢，那家伙没到10点是起不来的。圆圆咬了一口小面包，眼睛都亮了起来。小家伙吃得一脸幸福的样子，腮帮子被撑得一鼓一鼓的，把一旁最近食欲不怎么的老爷子看得都感觉自己胃口大开了。宝宝吃饱了吗？还能不能再吃点？还能吃就多吃，但是也不要把自己撑得厉害了，不然会肚子疼的。谢谢妈妈，宝宝吃饱了。今天看宝宝吃的这么香，老头子我都多吃了1碗粥呢。爷爷你也要多吃一些呀。好，以后爷爷都和圆圆一起吃饭，咱们2个都多吃。走。
爷爷带你去找你的那2只猫和狗，顺便也消消食。爸不是说好了我带女儿去的吗？顾老爷子斜了他一眼，你该去公司上班了。现在还没到时间呢。再说了，我是公司老板，就算迟到了，谁还敢说我什么不查？比起上班，当然是陪着我女儿更重要了。哼，你女儿怎么了？还不是我孙女。父子2个真是一言不合就开始互怼起来，管家和顾妈妈都无语了，怎么还年纪越大越幼稚了？圆圆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急得赶紧开口道：爸爸，爷爷，我们一起走吧。好好好，为了我孙女，爷爷不跟你这幼稚的爸爸计较了。老爷子乐呵呵的，顾爸爸差点没忍住崩人设翻白眼了，到底是谁幼稚呀？哼，不准打架，都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呀？大黄和煤球是一家人，一家人不可以相互欺负，不可以打架的。要是受伤了怎么办呀？受伤可疼了。不听话的大黄和煤球不是好孩子，坏孩子是要被打屁屁的。小团子糯糯的小奶音听得人耳朵都跟着甜滋滋的，几个大人就乐呵呵的在一边站着，看那小小的一直跟小大人似的教训那一猫一狗。小团子这才想起来爸爸和爷爷他们还在呢，顿时害羞的红了一张小脸儿。哈哈哈，咱的孙女可真是厉害呀！和大人玩够了的圆圆回去的时候，别墅里来了人，是一个长得和顾爸爸很像的男人。爸，听说小家伙找回来了。说着视线落到了顾老爷子身边，那有些瘦巴巴的小姑娘身上。怎么这么瘦？这是遭了多大的罪啊！小的时候，小家伙胖嘟嘟的可招人稀罕了，怎么瘦成这样子了？别吓着我孙女了。圆圆，这是你小叔，这个是你小婶婶。小叔，小婶婶好。哎，宝宝真乖，这是婶婶给你准备的礼物。说着，他拿了一个平安锁出来给圆圆戴脖子上。这是平安锁，保佑宝宝以后都平平安安的。你小的时候，我和你小叔还抱过你呢，可惜咱们家就宝宝一个小姑娘。那时候你小叔和你爷爷抢，和你爸爸抢，还要和你哥哥们抢，好久才能给他抱一下，抱着就不乐意撒手了。那么小又软软的一团，现在都这么大了，明里还不快过来看看你妹妹？来了！吊儿郎当的少年音传来，那少年显得有些锐利的双眸朝圆圆看过去，走过来就往圆圆毛茸茸的脑袋上薅了一把，差点没把小姑娘给薅翻过去。弱鸡鸡的站都站不稳啊！这个哥哥有点费圆圆呀！臭小子，你干什么呢？圆圆这么小，你下手不知道轻点啊！顾明礼掏了掏耳朵道：知道了知道了，我下次轻点还不行吗？这是你4哥哥，你3哥哥这时候还不知道到哪个山旮旯去拍戏了，信号也没有一个，他还不知道你回来了呢。哦，4哥哥好。顾明礼嘴角上挑笑了下，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这笑的动作看起来有些欠揍，感觉像是在挑衅谁一样。他亲爹亲妈看着都拳头痒了。哎，还是女儿好，多暖心啊，哪像自家这个臭小子，简直操碎了心。宝宝，你和你4哥哥去叫一下小哥。顾妈妈鼓励似的拍拍圆圆小小的肩膀，她希望圆圆能和家里人都处好关系，特别是她的几个哥哥。自己小儿子她知道，就是嘴欠了点儿，小年纪比他爸还臭美爱面子。其实真要说讨厌女儿，那还真不会。圆圆走在后面，时不时的抬头偷偷看眼4哥哥。顾明礼回头对他露出一个鬼脸，圆圆顿时就笑弯了眼睛。4哥哥，你知不知道小哥的房间在哪里呀？4哥哥，你今天是不是来看宝宝的呀？看不出来，小丫头话还挺多的，是不是喜欢你4哥哥呀？喜欢呀，喜欢4哥哥的，喜欢爸爸妈妈，还有爷爷，还有小哥哥。哼，谁稀罕你喜欢了？告诉你，喜欢小爷我的人多了去了，在学校喜欢小爷我的人都能绕操场2圈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房间里走出来的顾安，顶着一个鸡窝头，眼角的眼屎都没弄干净，就跑出来大放厥词了。顾明礼用看蠢货的眼神看了他一眼，自己往天上看看，牛都被你吹上去了，你这嘴还真是厉害呀！4哥，你这么向着他干嘛？是我亲妹妹，又不是你的。我乐意，你也知道她是你亲妹妹啊，嘴这么欠得慌。哥哥，妈妈叫你下去吃饭了。圆圆弱唧唧的出声打断了2个人的互对。顾安撇撇嘴，哼，知道了，还用你来叫我？小爷我自己又不是起不来。说完还瞪了顾明礼一眼，转身回到卧室里去了。哟，这小子还是这么欠收拾，改天打一顿屁股就好了。嘿嘿，笑什么呢？你这爪子跟鸡爪一样，什么时候才能长胖啊？啧，头发不行，太
太干枯了，你这发型也太秃了点吧。等吃完饭，哥哥带你去保养一下头发，顺便给改一个潮流的造型。好呀，什么都听他的，万一他给你整一个更难看的头发，那不是比现在更丑了？你以为谁都跟你这头猪一样？我说的那是实话，就你那奇葩怪异的审美，还好意思带我妹妹去弄造型呢？笑死猪了！还真是笑死猪了。顾安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顿时气成了河豚。但是他清楚的知道自己并不是顾明礼的对手。哼，你等着，小爷我现在打不过你，但是君子报仇10年不晚。哈哈，我再等你几10年，你都不是我的对手。快被气得七窍生烟的顾安在空中乱比划了一番，然后对他做了一个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的手势。小叔婶婶，四哥又要揍我了。放屁，是你先挑衅我的。四哥你可真会开玩笑，我这么小怎么挑衅你啊？再说了，我可打不过你。小叔婶婶，你们可要保护我啊。顾安很聪明，之所以没往自己老爸老妈那里跑，当然是知道他们不会护着自己了。这时候当然要找小婶婶了。嘿嘿嘿，臭小子想要动手是吧？来和你妈比划比划。你就护着那小狐狸吧。老妈轻点，疼疼疼。少给我装无辜，一天天的你不找点事情做，心里就不会舒坦是不是？我孙女呢？这里呢，爷爷，宝宝在这里呢。宝宝到爷爷这里来，我们去吃午饭。饭桌上，长辈们又开始给圆圆小朋友亲切的夹菜了，而且大多数都是肉。不过眨眼的功夫，他面前的碗里菜都冒尖尖了。我吃不了，这么多怎么办呀？没关系，吃不完可以放着爸爸吃。妈妈也可以帮宝宝吃哦。爷爷也不介意吃圆圆剩下的饭菜哦。怎么回事？我怎么感觉老爸还有爷爷都像是变了个人一样？你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子吗？你有圆圆小吗？有圆圆懂事吗？说话有她软糯好听吗？一个都没有。所以你什么都没有，还指望大伯和爷爷对你不一样，想屁吃呢？顾安拳头硬了，但是他打不过。吃完饭的小团子坐在客厅发呆，他很想要回报家人对自己的关心，他想要送大家礼物，但是又不知道该送什么，小脸都愁成一团了。想什么呢，宝宝？就是爷爷，我想要做一些东西，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做，要怎么办呀？想要做什么？可以和爷爷商量商量，如果不行的话，可以看书，书上什么都有。对啊，宝宝可以看书呀。但是下一秒他又泄气了，在村里才读过学前班，他认识的字太少了呀。爷爷，宝宝想要认字。好，咱们宝宝以后一定是个聪明的孩子，想要认字爷爷教你。爸，哪里需要您教啊？让顾安那臭小子来教圆圆，那家伙整天坐不住，安静不下来，磨磨他的脾气也好。顾妈妈提出让顾安来教，其实更多的是想要促进他们兄妹之间的感情。老爷子在顾妈妈的提醒下，也想到了这点。宝宝要哥哥教你认字，好不好啊？小哥哥要是不愿意教圆圆的话，那我可不可以和爷爷、妈妈一起学认字呀？可以，你小哥哥不愿意，家里又不是只有他一个人会认字，找谁都行。听到妈妈这样一说，小团子顿时就不慌了。没有小哥哥，还有爷爷和妈妈他们呢。顾妈妈带着圆圆去了顾安房间的门口敲门。过了一会儿，顾安光着脚丫子就跑了出来。妈，干嘛？跟你商量个事儿。妹妹才读学前班，很多字都不会认，她想要学认字，哥哥帮一下忙呗。原来你还不会认字啊？才不是呢，圆圆已经能认300多个字了。哈，才300多字，我全都认识。哇，哥哥你好厉害呀！嘿嘿嘿。看着这一大一小，顾妈妈眼皮子抽了抽，只觉得自己这儿子真是在作死。自己的儿子自己不知道，班级成绩霸占第22名，全班就23个人。要是圆圆真问到一个不认识的看你怎么办？而某人现在完全被圆圆那崇拜的眼神给看得飘飘然了，完全没想起自己的成绩很差这个问题。看在你这么崇拜我的份上，我就勉强抽出一些时间来教你吧。谢谢哥哥。嘿嘿嘿，就这样说好了，从明天开始，放学后顾安就要教圆圆认字了。说到上学，顾安就感觉一阵晴天霹雳。明天是星期一了，为什么妹妹不用上学？妹妹要在家里养一段时间，等明年开学了再去，所以你可得认真点儿，读4年级了，可别被妹妹给比下去了。顾安想起自己那一塌糊涂的成绩，眼神心虚的闪了闪，但是在妹妹面前绝对不能丢了面子。他一脸傲娇道：哼，不可能，
我怎么能被比自己还小的妹妹比下去呢？顾妈妈没有多说，现在时间晚了，圆圆该睡觉了。今天我可比你起得早。哇，哥哥好厉害呀！嘿嘿嘿，你什么时候才去上学啊？昨天晚上妈妈说了呀，要等下学期圆圆才去上学的。哼，早点去学校和晚点去有什么区别吗？那圆圆送哥哥去上学好不好呀？顾安心情飞扬，但他还是傲娇的表示：哼，我才不需要你送我呢。哦，小团子乖软的哦了一声，就没有下文了。顾安心里猫抓似的焦躁，怎么回事？你不应该多问几遍的吗？说不定我就答应了呢。那什么，既然你这么想要送我去上学的话，小爷我是个大度的人，也就勉为其难的答应了吧。那好吧。嘿嘿嘿，小燕儿，小爷我就知道你想送我去上学，却不敢说，真的是自恋，这傻孩子哦。你大哥哥要回来了，送完你小哥上学后，圆圆要不要去接你大哥哥呀？那妈妈呢？妈妈不去，昨天宝宝陪了妈妈，今天妈妈就不和你爸爸争宝宝了，妈妈在家里给你们准备好吃的。要不今天我请假和妹妹一起去吧。不许！家里三个大人几乎是同时出生，彻底将顾安趁机不去学校的想法杀在摇篮里。他撇撇嘴，哼，不去就不去。第二天车开到学校门口，圆圆呆呆地望着学校，恢宏大气又漂亮的建筑物在眼底尽显。哇，哥哥是在这里读书吗？原来大城市的学校是这个样子的，好大好漂亮呀。当然，你以后也会在这里读书，只不过要从学前班开始，我比你大2级呢。爸爸，哥哥说的是真的吗？以后圆圆也会在这么漂亮的学校里面读书。圆圆和哥哥在同一个学校，以后要是有人欺负圆圆了，就直接去找他，然后再来找爸爸。你这么软绵绵的，一看就很好欺负的样子，要是有人欺负你的话，看在你是我妹妹的份上，那我就勉强帮你揍他们吧。谢谢哥哥，谢谢爸爸。三人在门口聊了几句后，顾爸爸就带着女儿买礼物去了。女儿想给哥哥买什么东西啊？爸爸，大哥哥喜欢什么呀？你大哥哥喜欢的东西可少了，要说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赚钱吧。那这个宝宝要怎么送呀？他身上会随时带着一支钢笔，宝宝或许可以选这个。谢谢爸爸。很快小姑娘就选好了，是一支黑色金边质感超好的钢笔。爸爸，你喜欢什么东西呀？那给爸爸买一对袖扣吧。那爸爸带圆圆去买吧。圆圆迈着小短腿儿，跟着顾爸爸进入了另一个高端奢侈品商店。最后圆圆给爸爸买了一对深蓝宝石的袖扣，接着在爸爸的建议下给妈妈买了花。四哥哥和小哥哥的礼物是他自己选的，一个霸气的黑猫钥匙扣和一个动漫小女孩手办，还有爷爷和管家爷爷的礼物。早上9点的飞机，圆圆和爸爸赶到机场的时候是8点40了。20分钟过去，顾林墨打自己儿子的电话却没打通。爸爸，哥哥怎么还没来呀？可能延机了。坐飞机很多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爸爸，你有没有坐过飞机呀？在天上飞会不会害怕呀？他只在小溪村的天空上看见过高空中划过的飞机，但是看不清楚，所以他不能想象人坐在飞机里是怎么样的。咱们家有私人飞机，等哪天爸爸带你去坐。好。小家伙眼睛弯成圆润可爱的小月牙，没等到哥哥，他想上厕所了。爸爸，我想去上厕所。爸爸，我想上厕所。我带你过去，自己能行吗？能行的，妈妈有教过宝宝在外面怎么认厕所的。顾林墨把人带到厕所那边，小团子自己就跑进去了。上完厕所出来，发现这个洗手台对小孩子太不友好了，踮着脚尖都洗不到。圆圆正焦急的小脸都快红了的时候，一双大掌将他抱了起来。不是要洗手吗？冷冰冰的声音从后面传来，圆圆眨巴了下眼睛，赶紧洗了手。谢谢大哥哥，可以放圆圆下去了。哥哥，认出来了，是圆圆的大哥哥。大哥哥，爸爸还在外面等我们呢。依旧惜字如金的嗯了一声。顾南走到小家伙的身后，将小家伙抱了起来。报警。哦，爸爸，圆圆找到哥哥了，礼物，爸爸，圆圆给大哥哥的礼物。把女儿给我，你自己看看他送的什么。顾爸爸正要伸手去抱小团子，却被顾南微微后退一步，侧身精准地躲开了，并且动作很自然地将手里的礼物盒子递了出去。南风立刻会意地上前接住打开，露出了里面安静躺着的钢笔。你可真是笑死你老子了，
嘿嘿，顾南仿佛没有看见自己老爸那犹如实质的眼刀子戳在自己身上，垂眸对上了某个小姑娘期待的漂亮大眼睛，就像是一只等待夸奖的小奶狗。我很喜欢。虽然大哥哥只说了4个字，但是送礼物的圆圆小朋友却很开心，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弯弯的，露出乖软奶甜的笑容，整个小小的人儿都散发着喜悦的光芒。到家下车后，顾爸爸一把夺过小家伙，却被顾南一个侧身躲开了。我的女儿，给我抱。我妹妹。爸爸哥哥，不要吵了。父子俩火花四溅，他家在中间完全不知所措。好在这时候顾妈妈过来了。宝贝女儿，顾妈妈如翩然的蝴蝶而至，一下子就将哥哥怀里抱着的小家伙抢走了。现在小家伙到老妈那里去了，谁也不敢抢了。妈妈母亲节快乐，这是宝宝送给妈妈的礼物。哇，这是宝宝给妈妈买的吗？小家伙乖巧又有点点害羞的点点头，大眼睛里含着期待的光芒。圆圆自己不知道买什么，是爸爸帮忙买的。那也是宝宝送给妈妈的礼物，妈妈很喜欢。还站着干嘛？回家呀！我孙女回来了。爷爷，圆圆小短腿飞快地跑到爷爷一旁，然后又将送给老人的礼物拿了出来，是一双很适合老年人穿的鞋。老人笑得更加开心了，当然管家爷爷的他也没忘记。还有我的呀。管家惊喜地抱着属于自己的礼物，小可爱怎么就这么贴心呀？过来。大哥哥特有的冷淡低沉声线传来，圆圆抱着煤球，迈开小短腿哒哒哒跑了过去。大哥哥。顾南看看他怀里懒洋洋趴着的猫，视线一瞥，又瞧见了不远处对他龇牙咧嘴却不肯上前的兔子。你的是陪着圆圆长大的，猫猫叫煤球，狗狗叫大黄。顾南嗯了一声，没有再多问，拿出一个盒子打开，是一条漂亮的水晶宝石手链，手链下端缀着一只晶莹剔透的漂亮蝴蝶。他白如玉雕的手指牵着圆圆细细的手腕，将那条手链给小姑娘戴上。大哥哥，这个是给圆圆的礼物吗？给你的。兄妹俩的相处异常的融洽，融洽的顾爸爸都吃味儿了。餐桌上，顾南看着自己的爷爷和父亲。什么时候举办宴会，将圆圆的身份公布出去？已经在准备了。孙女的生日是9月1号，也就1个月的时间了。到时候我们会给圆圆准备一个盛大的生日宴会，也顺势在那时候光明正大的宣布，我们顾家的小姐回来了。顾南淡淡的嗯了一声，就没再说什么。一旁的小家伙眼神茫然的看着他们，没想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宴会，但他知道今天出去散步的队伍又多了一个人呢。对于这项散步的运动，大家脸上都是带着笑容的，当然唯有一个人是例外。顾南全程表情跟冰坨子似的，看得顾妈妈和顾爷爷眼睛疼，明明小时候也不是这样的，怎么还越长越残了呢？大哥哥，你的手为什么是冷的呀？第一次和高冷的大哥散步，小团子顿时心疼坏了。大哥哥，你的手为什么是冷的呀？圆圆小朋友顿时用心疼的眼神看着他。那哥哥肯定很冷吧？天冷的时候，宝宝抓住哥哥的手好不好呀？大哥哥的手是冷的，宝宝的是热的，这样哥哥就不会冷了呀。看着眉眼弯弯、奶声奶气说话的小家伙，高冷的顾南抿直的嘴角微微上扬，一点不易察觉的弧度。顾南本身是有很多工作的，因此散完步回来之后，他就进了书房忙去了。小团子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大哥哥的书房。其实大哥哥可以让他留下来自己玩的，但他不想打扰到大哥哥工作。真没想到，宝宝竟然这么黏你大哥哥呀！儿子这冷冰冰的，也不知道女儿怎么这么喜欢他。顾爸爸语气那叫一个阴阳怪气哦，即使他不说，大家都闻到老坛陈醋的味儿了。顾妈妈看着吃醋的顾爸爸，一个白眼翻了过去。儿子和女儿的醋都吃，真是服了你。之前女儿明明是最黏着我的。这时候顾老爷子从他身边走过，并且赠上一副不屑的眼神。说的什么鬼话？孙女明明最喜欢黏着我。爸，你这就不对了。只要我不上班，女儿明明大部分时间都是和我在一起的。父子两个又开始争论了起来。顾妈妈摇摇头走开了，她那儒雅沉稳的丈夫也不知道怎么就变得这么幼稚了。顾妈妈去厨房准备水果，小家伙也迈着小步子哒哒哒跑了进去。我家宝宝怎么就这么乖啊？我妈妈真漂亮呀！我家宝宝真可爱。我妈妈也是。母女两个开始商业互捧，然后都笑了起来。妈妈，你在干什么呀？小家伙爪爪扒拉着厨台，水汪汪的大眼睛认真的看过去，已经洗好不少水果了。妈妈，大哥哥喜欢吃什么水果呀？这么喜欢你大哥哥呀？喜欢的。顾妈妈揉揉他毛茸茸的脑袋。你大哥哥冷冰冰的，之前有不少孩子都被他吓哭了呢。听到妈妈的话，小团子立即维护起大哥哥来。那是他们胆小，大哥哥很好。
才不是大哥哥的错呢。顾妈妈扑哧笑了出来，将一个装好的果盘递给了他。行了，妈妈知道你大哥哥很好了，拿去吧。小家伙害羞的红了小脸儿，伸手抱住果盘，迈开小短腿跑了，来到大哥哥的书房门口，小心翼翼地露出小半个脑袋瓜，往里面观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进去，想要给大哥哥吃东西，但又害怕打扰到大哥哥工作，好纠结呀。怎么不进来？宝宝怕打扰到大哥哥。看着小家伙纠结的模样，顾南一个闪现将小家伙抱回到了凳子上，并将果盘放好，淡声询问：喜欢吃什么？葡萄。大哥哥敲着键盘工作着，小家伙在一旁边吃边看着，不一会就犯起了困来。困了？有一点点。睡吧。小姑娘却摇了摇头。小哥哥要下课了，圆圆答应了小哥哥要去接他的，还要给四哥哥送礼物到学校去呢。我带你去。我带妹妹去接顾安了。从房间出来后，顾南直接留下这么一句，就带着圆圆往外走。顾爸爸怒了：你给我站住！之前说好我带女儿去的。您的工作别想留给我。顾爸爸心想儿子真是越大越不好糊弄了。然而这还不算完，顾南转头就看着老妈告状道：妈，走廊墙上您的那张画像后面有爸藏的私房钱。你很好，老顾。温柔的声音在耳边响起。谁能想到，在外号称笑面虎的成功商人大老板，在家里是个妻管严，工资都要上交的那种，轻轻松松解决自己老爸的顾南，此刻已经抱着目瞪口呆的圆圆小朋友，不紧不慢地离开。圆圆小朋友有些担心的揪了揪大哥哥的衣服。大哥哥，爸爸不会被打吧？我们要不要去拉架呀？不会，顶多私房钱没了。听到大哥的话后，小团子也放下心来。不被打就好。去南景别晚。不是说去接小哥哥放学的吗？南景别晚是哥哥住的地方，带你去认认门，以后随时可以过去。大哥哥不是住在家里的吗？哥哥长大了，要出去创造自己的家。小哥哥长大了也要出去吗？那圆圆呢？圆圆长大了是不是也要出去呀？顾南顿了顿，这才想起女孩子长大以后要嫁人，嫁人等于去别人家里，等于又丢妹妹，他不高兴了。不用，大哥哥和你二哥哥，你小哥哥那里都是你的家，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不用出去。到家的小团子看着面前的这一块地，满脸的问号。这有钱人住的别墅就是不一样哈，不用来种点蔬菜啥的，可惜了。哥哥，你这里怎么什么都没种呀？懒得打理。小团子戳了戳自己的手指头，似乎有些不好意思。都回顾家了，还想着种蔬菜，自己是不是有点丢脸啊？哥哥，你要是不种花花的话，那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让宝宝种菜呀？在小西村时，那重男轻女的奶奶院子前的那些水灵灵的蔬菜，可都是她种的。别看她小，村里的老人种出来的菜都没有她种的好吃。现在大哥哥这里有好大一块地，不种浪费了。浪费了。可以，想做什么便做什么。谢谢大哥哥，大哥哥你最好了。想要种什么，我让人给你买种子。那圆圆可以自己去选种子吗？可以。圆圆在那片空置的院子里，兴致勃勃地和大哥哥规划好之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来到小哥哥的学校时，已经放学了。他们来晚了几分钟，远远的就看见顾安正带着2个好友一脸不爽地站着。小哥哥，怎么现在才来？知不知道小爷我在这等你多久了？对不起呀，小哥哥，圆圆来晚了，我们回家吧。嘿嘿嘿，哼，好吧，看在你这么诚恳的道歉的份上，小爷我……顾安，冷冰冰的声音从车内传来，肉眼可见的。骄傲的小少爷身体哆嗦了下。要说家里他最怕的人是谁？不是爷爷，不是爸爸，而是现在车上坐着的那个人，他的大哥。要么上车，要么自己走回去。顾安他麻溜的上车了，并且一脸生无可恋的用眼神询问小家伙：你为什么是和他一起来接我的？小家伙满脸无辜的用大眼睛看着小哥哥：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呀。去哪？大哥哥，我们现在去找四哥哥呀。反正也不远，要不我们走过去吧。好呀，那大哥哥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呀？小哥哥，你要抓紧一点哦。放心，我绝对不会丢了你的。顾南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依旧面无表情地带着圆圆和顾安一路往南城贵族学院那边走去。只是还没到学校，忽然就听到一阵杂乱的声音，有叫骂声，也有惨叫声。就在前面不远处的暗巷内，顾明里老子弄死你！听到顾明里3个字，小家伙睁大了眼睛。是四哥哥吗？顾南大概猜到发生什么事情了，并不想带着圆圆过去怎么办，
但是架不住小团子，自己想要过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听着那里时不时传来的惨叫声，小团子担心极了，无奈顾南只能带着他过去了。男孩第一次不穿内衣竟发现力气出奇的大，不一费的功夫就把13人干趴下。刚赶过来的小家伙看到四哥哥身上的伤后，心疼坏了。四哥哥，软糯糯的喊着3个字，对上那小小软软的一指。顾明礼刚才打架的力气尽消，只剩下柔软。刚抬手还没来得及揉一下小家伙的脑袋，一阵凌乱的脚步声传来。他们学校的教导主任和老师来了。最后的结果是，所有参与打架的人都被带到了办公室。就是一些小年轻的感情问题。另外一帮人的老大喜欢学校的校花，但是那校花不喜欢他，喜欢顾明礼，并且天天都给他送各种东西。知道这些后，那老大顿时就不服气了，然后就有了这次的打架事件。等一切都处理完之后，另外一帮人垂头丧气的离开了。小家伙怎么今天才来找我呀？昨天睡着了。四哥哥，你疼不疼呀？有点疼呢，来给哥哥吹吹就不疼了。现在哥哥不疼了。小姑娘才不相信呢，哥哥的伤看着都很疼的样子，她硬拉着他要去看医生。行吧，哥哥给你面子去看医生。四哥哥好乖。一旁的小弟没良心的笑了起来。好乖这个词竟然用在他们老大身上了。到医务室检查了下，顾明礼除了嘴角上的轻伤外，还有一处肩膀上的大片淤青。圆圆站在顾明礼身后，撅着嘴巴给他呼呼，心疼的眼睛都红了，那水汪汪的样子，仿佛下一秒就会哭出来似的。不哭不哭，哥哥不疼的。疼的，圆圆以前摔着了都疼的，哥哥这个也疼。圆圆给哥哥呼呼呼呼就不疼了。明明自己就是一个小孩，此刻却像是在哄小孩子一样哄顾明礼，那比顾明礼本人还要疼的小模样，可真是让在场的人又心疼又哭笑不得。我这只是看着严重，但是你看，疼的话肯定会哭，对不对？哥哥都没有哭啊，眉毛都没皱一下呢，你看。小家伙还真认认真真的观察了起来，发现还真是。哥哥真的不疼呀？不。哎呀！刚说完一个字，他就咬了咬牙。身后正在擦药的医生不好意思的笑了笑。我尽量轻点。这他妈是故意的吧？大哥哥你轻一点，再轻一点哦。等顾明礼上完药后，小家伙乖巧的拿出了给四哥哥准备好的礼物。四哥哥，这个是给你的，圆圆和爸爸去商场买的。顾明礼眼里闪过惊喜之色，接过圆圆手里的钥匙扣，上面挂着一只软萌软萌的小白兔，瞧着乖巧的很。他看着这小兔子，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圆圆。虽然兔子什么的太没有男子气概了点，但是这要看是谁送的了。四哥哥很喜欢。顾安站在旁边超大声的一哼，他们都收到了妹妹的礼物，就他没有，眼睛都气红了的那种。圆圆小朋友赶紧扯了扯他的衣服，顾安撇过头不去看他，就算叫哥哥也没用了，他生气了。小哥哥，小哥哥，圆圆没有忘你啦，你看呀。顾安扭过头看见圆圆手里的泥瓷娃娃，眼睛就亮了起来，但是他也还没忘记，现在正在生气呢，心想我这一下子就原谅了的话，是不是太没面子了？哼，既然你都给我准备了，我就勉强不跟你计较了。你要想不勉强也行啊，把娃娃给我吧。哼，这是我妹妹送给我的，又不是给你的。顾明礼还要上课，不能跟他们走。那四哥哥，我们先回去了哦。很快就到星期五了，那天下午记得来接哥哥放学，希望你来接我的时候，已经把自己吃的胖嘟嘟的了。宝宝知道了，宝宝会把自己吃的胖嘟嘟的。四哥哥再见，唐乐哥哥、无况哥哥还有陆哥哥也再见呀。妹妹记得常来玩啊。回家的时候，小姑娘一手牵着一个哥哥，迈着小步子走进别墅大门。大黄和煤球一闻到他的气息，就欢快地围过来了。大黄、煤球，圆圆回来啦！大狗子跑到距离小家伙不到半米的距离停下来了。狗子的第六感告诉他，眼前的这个男人很危险。大黄过来！小家伙放开哥哥们的手，迈着小短腿儿跑过去抱住大狗狗，两只小手快乐地揉着狗狗的大脸盘子。煤球尾巴一甩，直接跳到他身上来，歪着小脑袋就在小姑娘脖子上拱来拱去的，惹得漂亮的小姑娘咯咯笑了起来。哼，我朋友家的哈士奇更威风更大了。大哥还有工作，你先自己玩。哥哥不要累着了呀。小姑娘克制地玩了半个小时，就和小哥哥去他的卧室开始学习了。进来吧，让你看看小爷我的卧室有多豪华。小姑娘第一次进入小哥哥的卧室，就被里面的各种丰富多彩的手办游戏机给惊得张大了嘴巴。
这些可都是你哥哥我的收藏品，想要什么自己选，我送给你。圆圆却摇了摇头，是哥哥的，宝宝不要。那不行，你都送我礼物了，我也得送你一个。这些要是都不喜欢的话，那我就再去给你买，你喜欢什么买什么。既然这样的话，那个小煤球给你，它叫罗小黑。谢谢小哥哥。走吧，哥哥教你认字。兄妹两个坐在凳子上挨得极近，两颗漂亮稚嫩的小脑袋凑在一起看着同一本书。我读一遍你就跟着我读，不会的再问我。好。两道不同的稚嫩声音在卧室响了起来，带着一种莫名的温馨氛围。开了一个缝的门悄然无息地关上，顾爸爸和顾妈妈带着笑容离开。这效果挺好，兄妹两个就是要多多互动感情，才能更好吗？就是女儿和我的互动少了。说完就得到了顾妈妈一个白眼儿。你都这么大了还和小儿子争宠，也不害臊。妹妹呢？今天和我一起睡觉。凭什么？女儿都还没和我这个爸爸一起睡觉呢。妹妹答应的。顾南说完直接走进屋里关了门，被关在门外的顾爸爸气哄哄道：这儿子不能要了。大哥，妹妹昨天睡在你这里呢，她和你的关系倒好，你才回来第一天呢就这么黏着你。有事？哼，当然有事，快叫圆圆起来，要送我去上学了。你让妹妹送你？嘿嘿嘿，当然了，这2天都是她送我的。顾安被看得缩了缩脖子，语气里隐隐有着炫耀得意。兄弟两个正在门口大眼瞪小眼的时候，小家伙抱着自己的小兔子，一边揉着眼睛一边走了出来。哥哥，你们在干嘛呀？没什么。还要睡吗？圆圆乖软的摇摇头，不睡了。顾南没再多说什么，只是带着他去洗脸刷牙了。洗漱完后，圆圆开开心心的拉着大哥哥的手下楼了。爸爸早上好，爷爷早上好呀。儿子今天和我一起去公司，就等你回来把积压的工作给你处理了。今天不去，我要带妹妹去买种子。顾爸爸本来是要生气的，听到是为了女儿，他才强忍住了要回忆往昔揍自己儿子的冲动。买什么种子？各种蔬菜种子。南景别院那边空余的土地多，他想种蔬菜。小家伙非常配合的点点小脑袋，没想到哥哥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了，心里感动的不得了。想要种那些的话，咱们把花园里的花都移除了种上。爷爷，不要，花花好看的。那边什么也没种，就让他玩吧。行吧，平时拎着洒水壶和乖孙女一起给花浇水也不错。顾林墨就不高兴了，他巴不得自己和大儿子换一换。你什么时候出国？可快点滚吧！一回来就和我抢闺女。国外的市场基本已经稳定了，我现在不回去也没有什么影响。你想不想跟着我到学校里面看看？顾安暗戳戳的想要将圆圆拐到他所在的班级里，让班上的所有人都知道她是自己的妹妹。这时候的某人已经完全忘记了当初在圆圆面前说的话了。可以吗？可以。好呀。走，跟哥哥到学校去。你都要上课了，还带着妹妹去干嘛？哼，我带妹妹去看看我学习的地方，怎么了？之前是谁说的不让我女儿在外面？自称是自己妹妹来着。我没说，谁说的？反正不是我。嘿嘿。圆圆看着哥哥捂嘴偷笑，眼睛弯成了小月牙。顾安被看得脸红了，现在就是后悔，他当初就是个自大的大笨蛋。反正妹妹已经答应我了。今天不行，你要上课了，打扰老师上课不好。再过2天你们就要开家长会了，到时候我带着女儿去。这可是你说的，要带妹妹一起来。哥哥买到蔬菜种子回到家后，发现来了一群不速之客，而顾南在看见这群人的时候，原本的好心情瞬间消失。顾南回来了，哎呦，这可真是越来越有气势了。玲玲还不快去叫大哥？一个满面笑容的妇女推了推身前的小女孩，她看了顾南一眼就吓得抖了几下，有些不情不愿，却又带着讨好的笑容朝顾南走了过去。大哥，我不是你大哥。大哥哥。软糯糯的声音响起时，在场的人脸色都变了变，几个大人脸上的笑容有点勉强，另外还带着不甘心，而那个少女则全是嫉妒，同时脑子里生出一个恶毒的念头：这死丫头被人贩子拐走时，怎么不直接死在外面啊？哪来的土狗？管家呢？那儿放进来的土狗恶心死了！滚，臭狗！站在他们中的一个少年甚至嫌恶地用脚去踢大黄，大黄躲开了，并且对这群莫名出现在家里的人龇牙咧嘴。大黄没去咬人，因为圆圆不让，但是他能吓唬人。大黄过来，
在几人的惊叫声中，软糯糯的声音让他们显得很尴尬，特别是看到圆圆亲昵地抱着大黄狗的时候，他们表情讪讪，同时眼里闪过不屑和讥讽，心里想着果然是从小长在乡下的，竟然带着一只土狗做宠物。哎呀，你就是圆圆吧？我们是你的堂伯父堂伯婶呢。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你堂哥堂姐，咱们玲玲啊和你年纪相仿，都是亲戚，以后多在一起玩玩，感情才能好。那中年妇女脸上带着热情的笑容，一张嘴能说会道。小姑娘手指摸了摸大黄的毛，任由那妇女说了半天，却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她不喜欢这些人，他们虽然笑着，但是圆圆能感受到从他们身上传来的恶意，而且他们欺负大黄了，圆圆不想原谅他们。这孩子怎么还这么内向呢？麻烦让让。大哥哥，在那几人不可思议的眼神中，顾南将软乎乎的小姑娘抱了起来。一旁的妇女见状，恨铁不成钢地瞪了自己小女儿一眼。如果玲玲能讨好顾南的话，他们一家子现在肯定过上人上人的生活了。大哥哥，我们听说你回来了，特地来看看你的。再有下次给我滚出去！少年被吓得腿一软，差点没直接跪地上去。中年妇女看着儿子被吓得脸色惨白的样子，心疼的不行，但是也不敢直接触了顾南的眉头。顾南呢？这腾达他也不是故意的，他不知道那条狗。顾南却不愿意听他再说下去了，直接抱着圆圆离开了。一旁的顾婉气的握拳，手指甲都掐进肉里了。感情在他顾南的眼里，我们这些亲戚还不如一条狗重要。女儿回来了，怎么样？我女儿没被人欺负吧？顾南面无表情，算了，他也不指望这儿子脸上能出啥表情了。后面那一家子走进来，看起来完全没有之前热情的出去接人的样子，脸上的笑容很勉强。顾妈妈看了就开心了。哎呦，多谢你们这么热情的接我儿子了，比我这个当妈的都要热情，太客气了。中年妇女看了看顾南，忍住了。这小贱蹄子，顾家真是家门不幸娶了这样一个女人。要知道自己可是她堂姐，自己不尊重长辈，没礼貌，生的儿子女儿一个德行，一点家教都没有。妈妈的小宝贝，你记住了，要是有人欺负你的话，一定要和妈妈说，或者哥哥和爷爷也行，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咱们一家人都是站在你这边的。哼，我就是光明正大的护短，怎么了？就凭你们的女儿还想要过继给我们做女儿，真是痴人说梦。还好我的宝贝女儿找回来了，气死你们！进堂屋的时候，圆圆这才发现这里还有一个老婆婆，正笑容满面的在和顾爷爷说话，而顾爷爷板着脸，威严十足的样子，和印象中的爷爷有些不一样。爷爷，小家伙软糯糯的叫了一声，顾爷爷立马笑开了，和刚才完全是两个样。那身着华贵的老婆婆看见圆圆眼里闪过算计和嫌弃之色，只是很快掩饰过去，并且带上了热情和蔼的笑容。乖孩子这些年受苦了，快过来，你大奶奶我看看。老人笑着走过来，就伸手想要去抱圆圆，小家伙却死死地抱住了哥哥的脖子，将小脸埋他脖子上。顾南也侧身躲开，冷眸淡淡地看着他。哎呀，你们这些孩子一点都不知道尊重老人，我可是你们大奶奶，进来不叫人就算了，这是什么态度？不是我说啊，堂弟，你们家的这孙子孙女的规矩不太好，我们这专程来看人，进门来这儿媳妇不打招呼就算了，这孙子孙女的也没个招呼。够了，真当我是死的不成？大嫂我家儿媳妇孙子孙女如何，那是我家的问题，还轮不到外人到我家里来指指点点。老太婆被吓得哆嗦了下，好半晌才反应过来自己被教训了，还是在这么多小辈面前被这样教训，她顿时羞红了一张老脸，捂着心脏后退了几步。老太婆的儿子连忙上前扶住她。妈你怎么了？你好你个顾建华，作孽啊！我可是你大嫂，当年你爸外出打工的时候，你可是被我们一家子养大的，结果现在你就这么对我吗？一家子白眼狼，不得好死啊！大伯，1个月前你负责的项目材料出的问题，亏损了3000万，我爸给你垫上了，你打算什么时候还？还有半年前因为安全没有做到位，导致一个工人重伤住院，医药费、赔偿费、各种安全材料换下来的费用，还有收买那些记者的费用，一共加起来8000万，是我垫付的，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还？顾南面无表情的一次说这么多话，每一个字儿都像是透着冰刀子一样扎进那一家子的身上。中年男人眼神躲躲闪闪的，不敢去看他。老太婆被吓得也不哭好了。自从富裕之后，他们能力没多大，花钱却是大手大脚的没个限制，现在花得更厉害，别说还钱了，他们身上都没多少存款了，这些年一直靠着分红过活。最糟糕的是他儿子还染上了毒瘾，家里的钱越发不够花的，所以他们才将主意打在了顾林墨夫妻两个身上。咱们都是一家人，再说了，你们那什么项目有风险有亏损，那不是很正常的吗？你说的那安全问题，这不应该是你们公司的事情。那个项目是你儿子求着我爷爷给的，在那之前一应安全设备都是用的最新的，我手里还有购买记录，但是在您儿子接手之后，
所有设备都在几个月之内变成了质量不合格的旧设备。至于那些新设备去哪里了，我这里查到了大伯你和高怀的交易记录以及一些入账信息，要看看吗？只一句话就将心怀侥幸的中年男子给说的脸色煞白。他低着头不敢去看顾南，只用求救的视线看着自己的母亲。老太婆顿时心疼了，她不允许任何人说自己儿子的不好。干什么呢？干什么？一家子欺负我们孤儿寡母的！顾南，你个没良心的，就是这么和自己的大伯说话的吗？我们可是你的长辈，一笔写不出2个顾字，不就是几千万？你们这么有钱，帮帮我们这些穷亲戚怎么了？这点小钱都好意思来和我们斤斤计较的？我不活了！老头子，你当初死的时候怎么就不带着我一起走啊？也好过被留在这里被他们欺负强。你大伯可是顾家的儿子，也是你大爷爷唯一的儿子，你们给这个小赔钱货花那么多钱，怎么就没见你们帮衬着你大伯一些？老赔钱货，你再说我妹妹一句试试。人赌博欠债，想将女儿过继给大伯家，谋夺财产。顾妈妈不同意，老太婆骂圆圆是赔钱货，背对的昏了过去。我女儿是我们家的宝贝，你自己也是个女人，都活了这么长时间了，嘴巴怎么就这么脏呢？我叫你老赔钱货，你高兴吗呀？老赔钱货，你个！我劝你还是想清楚了再说话，动我妈一根头发，我就断大伯一根手指头。老娘早就想说了，这里是我家，老赔钱货，你想要撒泼滚回自己家去。被当众一句句的老赔钱货，老赔钱货的叫着，老太婆想着想着，一口气喘不上来，忽然白眼一翻，就直接晕了过去。妈，奶奶，呜呜！送她去医院吧。中年男人和自己的媳妇哆哆嗦嗦的带着自己昏迷的母亲离开了，2个女儿没跟上都没发现。顾婉站在原地有些犹豫，她不想走，也更加羡慕嫉妒圆圆了。仅仅因为一句话，她第一次看见了这样发怒的顾南，她会义无反顾地站起来保护自己的妹妹。为什么这样的哥哥不是我顾婉的，是这个死丫头骗子的？大哥对不起，婉婉回去会好好劝奶奶和爸爸们的，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他们不是故意的，奶奶只是口不择言惯了，以后婉婉会努力让他改好的。不得不说，顾婉这一家子里，也就她要聪明一点，但是这点小聪明在商场上，这些见惯了各种算计的大佬来说，稚嫩的跟小孩子一样。来人，送他们出去。顾婉小姐，请吧。宝宝，你觉得今天那个老人被妈妈和哥哥欺负了吗？不有，是他们坏，他们欺负我，欺负妈妈，哥哥在给我们出气呢。在小溪村的时候，大壮欺负圆圆还扔石头，孙奶奶知道后不教训他，还拧我，说我是赔钱货，可疼了，都没人保护圆圆。现在我有哥哥了，好厉害的哥哥，还有爸爸妈妈，以后谁欺负我，我就告诉哥哥们，打回去。顾妈妈抱住了自己的宝贝女儿，他们之前查到的消息，只知道那村里是有1、2家对女儿不好的，但没想到会这么不好。我的女儿受苦了。不哭，妈妈不哭。一旁的顾南给南风发了个消息过去，让他查清楚妹妹在小溪村的时候都有哪些人欺负过她。虽然不至于像电视里动不动就嘎人什么的，但顾南想要给他们制造一点麻烦，给妹妹出气，他还是觉得有必要的，苦尽甘来。第二天一早，家里来了个不速之客。你好，你好。哦，你好，小美女，小美女。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叫圆圆。豆豆。我带你去把身上的水擦干好不好呀？好，谢谢，谢谢。圆圆放好温暖的热水，鸟儿扑棱扑棱翅膀飞了进去，舒舒服服的在水里滚了起来，把一旁的小家伙的嘴巴惊得圆溜溜的。没求你看，小鸟都会自己洗澡了，你还不愿意洗呢？谢谢，谢谢。小鸟再次道谢。圆圆不知道这是什么品种的鸟，决定带着去找大哥哥问问。大哥哥，这只鸟会说话，它是什么鸟呀？好凶好凶，比猫还凶。小家伙有点小懵逼的看着自己空荡荡的手心，怎么就跑了呀？玄凤鹦鹉应该是有人喂养的，那它的主人是不是在找它呀？豆豆，你还记不记得回家的路呀？我知道，我知道。这样呀，那你先下来吧。大魔王，大魔王，我下，我下。小团子大概知道他说的是谁，有一点点生气。他大哥哥这么好，怎么可能是大魔王呢？而被叫大魔王的顾南倒是十分淡定。别管他了，顾安在教你小学的课本。去把书拿来，哥哥教你。谢谢大哥哥。软糯糯的道完谢，就飞快溜出去拿课本了。旋风鹦鹉见状，也扑棱着翅膀想要跟上，只是速度没有顾南手快，差点没给他夹扁了。大魔王，大魔王，
救命！救命！闭嘴！好吧，耸得没边的豆豆闭上了嘴巴，不然他怕自己下一秒就会变成一盘菜。留下可以，要是在书房或者我妹妹的房间里大小便，我拔了你的毛。知道了，知道了。圆圆抱着书过来的时候，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对，豆豆也不敢当着大魔王的面向圆圆告状，就算告状，圆圆当然也是向着自己哥哥的啦。快到顾安下课的时间了，天空的雨却并没有停下的打算，但是圆圆依旧想要去接小哥哥放学。宝宝记住不要下车，让大哥哥去接小哥哥就行了，知道吗？妈妈，我知道啦。上车的时候，一道白影飞快闪过，也跟着钻了进去。圆圆刚坐稳，肩膀上就落下一只漂亮的小鹦鹉。家里有一只老是盯着她羽毛都差点竖起来的黑猫，她怕自己打个盹儿，小命儿都要没了。小美女，小美女，带豆豆。大哥哥，可不可以带豆豆一起呀？学校到了，我去接顾安，不要下车。大哥哥，注意安全呀。黑球不准打架，打架可疼了。不听话的孩子不是好孩子，是要被打屁屁的。以后要和猫妈妈们好好相处呀。露出小半个脑袋瓜，发现学校的墙角有一团瑟瑟发抖的小东西，他几乎是立马打开车门就想要下去。前面的司机顿时大惊失色，圆圆小姐不能下去。可是那里有猫。没过几分钟，司机就用自己的外套将几只猫都回来了。司机叔叔，快到车上来，不要感冒了。司机抱着猫有些犹豫，这车老贵呢，万一弄脏了。怎么了？真恼火。微弱的猫叫声传来，顾安这才发现车里的猫被淋湿了的猫妈妈将两个猫宝宝藏在肚子下瑟瑟发抖，瞧着有些瘦，一看就是很多天没吃饭了。原来猫被打湿了这么难看啊！大哥哥，现在在下雨，猫妈妈和猫宝宝淋雨好可怜的。想养？可不可以呀？先去宠物医院，想养的话，先给这几只猫打疫苗。车一路开到宠物医院，猫妈妈和猫宝宝很快就被宠物院的医生带走，去做该有的检查项目了。三人坐在沙发上，顾安拿着自己的手机教圆圆打游戏，太复杂的游戏他看不懂，但是一些消消乐还有俄罗斯方块，他却很喜欢。哇，哥哥你好厉害呀！这有什么好夸的？简单的很，嘿嘿嘿。一边说着没什么好夸奖的，一边更加努力的通关。顾南面无表情的心想，不过小半个月没见，小弟怎么越来越虚伪了？厉害厉害！怪腔怪调的声音从圆圆身上传来，顾安手一抖，差点没将手机给扔出去，眼神惊悚的看过去，这才看见了藏在妹妹头发里的一只小鹦鹉，心里松了口气。师傅，我还以为妹妹的嗓子怎么了呢？太可怕了！哪来的鸟？它自己飞到家里来的，叫豆豆哦。顾安好奇的瞅着它，还会说话，叫一声小爷来听听。豆豆眼珠子转了转，张开小翅膀扑腾了下。叫小爷做什么？嘿嘿，你还真会。好啊，你敢占小爷我便宜。顾安气势汹汹地瞪着豆豆，伸手就朝他抓了过去。豆豆一边飞，还一边滋哇乱叫：救命救命！有人打小爷了！你站住！小爷就不。俩跟斗鸡眼似的，一上一下的瞪着对方。顾安抓不到豆豆，最后骂骂咧咧的回来。小姑娘眼眸弯成了小月牙，声音软糯糯的说：哥哥，不跟豆豆计较。哼，看在你的面子上，小爷我就不跟一只鸟计较了。豆豆扑棱着翅膀飞下来，刚要说什么，就被圆圆一把抓住了嘴巴。不准欺负哥哥！这下顾安就得意起来了，跟斗胜的小公鸡似的，拉着妹妹就兴冲冲的教她怎么玩游戏。客人，你们的猫已经洗干净驱虫，也剪了指甲，需不需要打疫苗？要。圆圆瞬间抛弃了游戏，迈着小短腿儿跑过去，眉眼弯弯的看着笼子里的三只猫。两只小猫长得很可爱漂亮，一双水汪汪亮晶晶的大眼睛跟圆圆一样，可爱极了。给三只小猫打完了疫苗之后，他们就回家去了。顾妈妈瞧见这三只颜值美美的猫，惊喜的不行。这么好看的猫哪买的？是我看见的，他们在小哥哥学校那边淋雨呢，司机叔叔去把他们捡回来的。我女儿这么有爱心呀！被夸了的圆圆害羞地跑开了。他们侧身卧躺在柔软的猫窝里，两只奶唧唧的小猫仔趴在妈妈肚皮下，
小爪爪一边有节奏的采奶，一边香喷喷的吃着。大黄带着煤球一颠一颠摇着尾巴跑了过来。猫妈妈在看见大黄的时候被惊得警惕了下，身上的毛都炸起来了。煤球不准打架，打架可疼了。不听话的孩子不是好孩子，是要被打屁屁的。以后要和猫妈妈们好好相处呀。圆圆安抚好猫妈妈们后，又奶声奶气地介绍起了3只刚加入的新成员。楼下顾爸爸回来之后，陡然听到妻子说老太婆那一家子又来过了，脸色陡然阴沉下来。女儿没事吧？这是他的第一反应，因为之前那一家各种想要将顾灵过继给他们的原因，想也知道那老太婆不会喜欢圆圆。顾妈妈想到那老太婆叫自己的女儿小赔钱货时，心里就一阵膈应难看。她自己重男轻女就算了，凭什么还敢在我们家来撒泼，看不起我女儿？看来他们是过得太舒心了。顾爸爸说完就给助理打去了电话，让他下令将顾成才，也就是老太婆的儿子，把他手里的几个项目收回来。这时候老爷子刚巧路过听见了，以往他会念及往日的情分，让儿子下手轻点，但是现在他直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没听见的样子，背着手慢悠悠地走过了。爸爸，你回来啦！看见爸爸端着牛奶进来，圆圆从椅子上跳下，哒哒哒跑过去，奶声奶气地喊着爸爸，乖巧极了。顾爸爸心里软成一团，心想怎么就偏偏有那些瞎眼的，就见不得他这么乖的女儿好呢？女儿喝牛奶了，再吃些水果。好。顾安也跟着跑了过来，但是一看到老爸端的是牛奶，顿时嫌弃的就想要跑，被顾爸爸胳膊一伸，抓住了他的衣领子。往哪儿跑？过来把牛奶喝了。我不，牛奶是小孩子才喝的，我都长这么大了不喝，我现在是大人了，再过2年你都不是我的对手，我跟你说。顾安打算和老爸抗争到底。顾林墨嘿嘿一笑，直接捞起顾安，啪啪几巴掌拍他屁股上。臭小子想造反是不是？不让你知道谁是你爸爸，你还真以为老子收拾不了你了？在妹妹面前被打屁股的顾安，他感觉自己的面子都被打没了。你打我屁股，怎么能打我屁股？不知道男子汉的屁股是不能动的吗？爸，我告诉你，你这是在打老虎屁股，你完了，我跟你说。哦，你想怎样？顾安憋红了脸，用超大的声音说出了最怂的话：我要找妈妈告状。哇，好厉害呀，小哥哥！被放下来后，乖乖喝了牛奶。顾安努力的在地上将自己面子找起来。哼，我才不是迫于你的淫威才喝的牛奶，我只是想给妹妹做一个好榜样。圆圆眨巴了下眼睛，她不用榜样也在乖乖喝牛奶啊。顾安对上她干净疑惑的大眼睛，脸刷的一下红了，坚决不承认自己终归是打不过老爸才乖乖喝的牛奶。顾爸爸在一旁看着，心想这蠢儿子究竟是随了谁啊？该睡觉了，圆圆今天和爸爸妈妈一起睡觉。凭什么？昨天是大哥陪妹妹睡觉的，今天应该是我这个小哥哥和他一起睡觉。顾林墨眯着眼睛看向儿子，这臭小子还真是3秒不打，上房揭瓦呀！几秒钟后，哎呀，快走快走！求羞羞，抢小猫的奶喝。喂，阿南，我到你家门口了，来给我开个门呗。Surprise， 好久不见，惊不惊喜意不意？卧槽，你真是顾南，不是双胞胎弟弟顾北，不对，就算是顾北也不会这样啊。进来吧。哎呦卧槽，真是你啊哥们儿，怎么成这样子了？哈哈哈！不行，你站好的让我拍一张照片，机不可失啊。他拿着手机对准顾南，咔嚓咔嚓就是几张照片，眼泪都笑出来了。然而很快，沈玉锦就完全笑不出来了，因为他这好哥们竟然要他搬树苗。不是你们家是破产了还是怎么回事？还用得着你顾氏的下一任优秀继承人亲自扛树苗种树？拿着。得，顾南你不是人，老子身上穿的是白西装，好几百万你赔给我。愤怒的声音传来，圆圆拎着小塑料桶正要去装种子呢，小短腿一拐就到大哥哥这边来了。大哥哥，圆圆啊，还记得哥哥不？我想起来了，是大哥哥的朋友，我叫你什么呀？我是你大哥发小，从小一起长大的那种，也是你哥哥，就叫我景哥哥就行。景哥哥好呀。这奶糯糯的声音听着可真舒坦，刚想要让圆圆再叫一声，就被顾南打断道：别耽搁时间，他是来帮忙种树的。卧槽，老子什么时候说过这个话了？谢谢景哥哥。小家伙听到玉景哥哥是来帮忙种树的，眉眼弯弯的笑着，把一旁的景哥哥看的心都快化了。算了，算我倒霉，谁能想到呢？被自己发小给坑了，让我一个连花都没种过的少爷来种树，可真有你顾南的。谁还不是呢？沈玉京乖乖的扛着树，表情有些扭曲的跟着一起去了后院。一进去他才发现老爷子和伯母竟然也在这里。小锦来了呀，怎么还让你来帮忙呢？
沈玉锦呵呵笑了起来，心里想着我也是被你儿子给坑的呀。老爷子挖了一会儿土坑，就被圆圆拉着到旁边坐着休息了。小姑娘勤快的不行，跑上跑下的给她端茶，还准备了一些好消化的小零食和水果，生怕会累着老人了。顾老爷子心里那叫一个甜。爷爷，乖乖坐着，看我们种树就行了。好，都听我乖孙女的，老头子我就不去添麻烦了。将几棵桃树种下，然后又种上一些蔬菜种子后，时间也差不多了。顾南微微喘着气，毕竟是个体力活。沈玉锦已经累成死狗一般，和老爷子坐在了一起。一旁的圆圆小脸红扑扑的，显得很是兴奋，叽叽喳喳的不停说话。桃花很漂亮的，等明年桃花开了，圆圆就用木牌子写爸爸妈妈还有哥哥们都身体健康的字挂上去。爷爷说桃树是辟邪的，这样大家都能身体健康啦。等结桃子了还能吃桃子呢，圆圆以前种的桃子可好吃了。大家都知道圆圆口中的爷爷就是收养她的那个老人，心里不禁有些感动。最后在侧院种下了几棵葡萄树。第二天一早，圆圆也被顾妈妈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带去了舅舅家。小团子站在银杏树下，仰头呆呆地望着，双眸都变成星星眼了。好看吧？这院子是老院子，换了好几代主人。老一辈的人搬进来之前，这棵树就已经长在这里不知道多少年了。真好看，过去看看。妈妈真的可以吗？去吧。小姑娘在妈妈的鼓励下，慢慢地走到了大银杏树下，怀着一种敬畏又激动的心情，小心翼翼地将细白的手掌放在了纹理粗糙的树干上。微风吹动，银杏树上的树叶发出飒飒的响声，那风像是一只手掌轻轻拂动它细软的头发，像是在和它打招呼一般。你好呀。老树有灵，是个难得的小福星。大狗狗，不许欺负二表哥，被咬到了话可疼了。舅舅舅妈好。圆圆过来，这是舅妈给你的礼物。哇，好漂亮的皇冠，谢谢舅妈，舅妈真好。客厅里，圆圆乖巧地坐在大人身边，小身体一歪，靠在爸爸身上睡着了。将小家伙给我吧，我抱着他去睡觉。顾爸爸其实更想要抱着女儿睡觉，但是抱着人和大哥说话显得有些不礼貌，最终他还是依依不舍的将怀里的小家伙送了出去。尽管在陌生的环境里，圆圆依旧睡得很舒服。再次睁开眼，只见有一个大男孩好奇地看着他。你是谁？怎么在我家？怎么哭了呀？不哭了好不好？哥哥给你买糖吃啊。爸爸妈妈不见了。原来是找你爸爸妈妈呀。你是今天来我家里的客人吧？等我给我妈打一个电话。原来你是我小表妹呀。圆圆看着面前的少年眨巴了下眼睛，这才想起来，这人是妈妈给他看的照片里的二表哥。二表哥好。真乖啊。圆圆被这个好看的二表哥抱着有些害羞，他刚才还以为二表哥是坏人呢。我今天运气真好，一回来就遇到小表妹了，刚才还在想是谁家的小仙女落在我家里呢。闻言，小家伙的小脸更红了。哈哈，不要害羞呀，我说的都是真的。小表妹长得好看，表哥给你画一张画像好不好？小姑娘害羞的点了点头。少年细长的手牵着软绵绵的小手，找能作画的风景，但是找了好些地方都不怎么满意。不行，这里的风景一点儿都不灵动，和小表妹不搭配。哥哥，有猫。圆圆扯了扯白梦画的衣服，那只橘猫焦急之下竟然从树上掉下来了，但是却是掉在别人家的墙院里面。白梦画吓了一跳，怎么掉哪家去了？他们家有一条非常大的狗，那小猫掉进去不知道会不会被吃了。不行，我爬上去看看。圆圆小手指着不远处的正门道：二表哥，我们为什么不走正门啊？因为我之前往那边路过的时候被那狗吓到过，要不我们进去看看吧。白梦画纠结了下，他怕那狗会咬猫，圆圆也有些担心，也不知道猫摔疼了没有，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去。那大黑狗只是看了他们一眼，忽然就低头张嘴去咬墙角里瑟瑟发抖的小橘猫。住嘴！一会他们就发现自己误会了，那大狗只是很小心地将橘猫含了起来，朝着两人走了过来，并没有咬下去的打算。尽管那小猫叫声略凄惨，那也仅仅是因为被吓的。小表妹，你站在后面，不要出来，哥哥保护你。声音都在颤抖了呀。小姑娘只觉得心里暖洋洋的，
他的每一个哥哥都是这么的好，所以这次还是圆圆来保护二表哥吧。大狗狗，不许欺负二表哥，被咬到了话可疼了。小家伙软糯糯的叫了一声大狗狗，那只黑色的大狗已然走到了他们面前，看了一眼被吓得魂儿都飘出来的白墨画，然后低头将嘴里吓得瑟瑟发抖的橘猫放在了地上，没有露出任何敌意。圆圆试探着抬出小手，将自己的小手放在了黑犬的大脑袋上，黑犬轻轻地在小姑娘手上蹭了蹭。哥哥，大狗狗它不咬人的。我们走。还没等他说完话，大黑狗扭头往宅子深处看了一眼，忽然张嘴叼着圆圆的小衣服往里面走。圆圆被迫跟了上去，白墨画抱着猫也赶紧跟了上去。你们是谁？怎么到我家来的？对不起，我们不是故意闯进来的。怪你家狗子，他硬拽着我小表妹来这里的。抱歉，我叫苏然，这是我养的犬，叫行云。我叫顾圆圆，大家都叫我圆圆的。圆圆奶声奶气地将看见小猫掉到他家院墙里以及之后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声音软糯可人。苏然不由对那粉雕玉琢的漂亮小孩多看了两眼。行云不会咬猫，也不会咬任何东西的，他以前是军犬，因为受伤退役才一直养在我家里。苏然哥哥，什么是军犬呀？什么是军犬呀？苏然哥哥，军犬和军人一样，是保护国家的英雄。他原本的名字叫闪电，是因为解救被拐儿童和人拐子搏斗，被人拐子砍掉了半张脸，才退役改名行云，在我家里养伤的。那行云现在还疼不疼呀？偶尔会疼。圆圆心疼地走上去，摸着行云的脑袋。一旁的苏然看着圆圆的乖巧的样子，想到了自己那不喜欢的妹妹。我也有妹妹的。你这是在向我炫耀吗？我也有的好吗？那个妹妹我不喜欢她，她总想抢我的东西，没有圆圆好看，没有她干净。我想和你换一个妹妹。苏然哥哥，妹妹是不可以换的，我还要继续做爸爸妈妈们的孩子呢。可是刚刚你都已经叫我哥哥了。不是的，那是因为苏然哥哥比圆圆大呀。你妹妹经常抢你东西，你告诉你爸爸妈妈呀，让他们帮你解决不就好了呀？爸爸只会要我让着他，后妈总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然后爸爸对我更厌烦了。等等，你那个妹妹恩是小三的女儿。苏然哥哥，什么是小三呀？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在我妈还没和我爸离婚的时候，那两个在一起的就叫小三。原来这就是小三呀。白墨画差点没被他的虎言虎语给送走，看圆圆茫然单纯的眼神，一个劲儿朝苏然使眼色，心想这些内容是一个纯洁可爱的小孩子能听的吗？苏然没看懂白墨画的眼神，只觉得他眼睛抽风了。要我叫家庭医生帮你看看眼睛吗？不用了，感觉你家不怎么安全，我还是带着小表妹离开了吧。不用，这个家里就我和我爷爷住，他和那个女人我看着烦，被我赶出去了。不是，这发展不对呀，一般像这样小三上位，还有原配家孩子的家庭，基本上是不会太平静的呀。你把他们赶出去了，我才是苏家的下一任继承人，这座宅子爷爷过继到我名下了，不想他们住在这里就把他赶出去了。我去，这人也太猛了点儿吧。你赶他们出去，他们愿意呀？当然不愿意呀，但爷爷说过，这里是我的地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己高兴就行。他们住在这里经常让我不高兴，自然就赶出去了。不愿意我就让行云吓唬他们。然而，苍老的声音在外响起，从外面进来一个身着唐装精神奕奕的老者，他略显惊讶地看着亭子内的两个年轻人和自己的孙子。哈，你这里竟然来客人了，真是不容易啊。苏爷爷，你是白家的那小子，一晃都长这么大了啊。嘿嘿，苏爷爷你还记得我？这是我小表妹。苏爷爷好。以前倒是没见过，小姑娘长得有些眼熟。哦，你和秦清浅是什么关系？她是我奶奶。原来如此呀，我倒是忘了，白家那丫头是嫁到临城顾家那边去了。当初清浅嫁给顾家那老头儿的时候，那小子没少被我们揍呢。说着他还笑了起来，一旁的孙子心想，您当着人家孙女的面说这个真的合适吗？走，
这里这么冷，到苏爷爷家里去坐坐。你爷爷当初追求你奶奶的时候，那叫一个轰轰烈烈。清清浅的那2个哥哥，知道你爷爷那么高调的追求自己的妹妹，上学那会儿可没少给他找麻烦。我和你的2个舅老爷是好友，也把清浅当自己的亲妹子疼，所以当初给你爷爷是绊子的时候，可没少出力呢。那爷爷还是娶到奶奶了呀，爷爷是最厉害的。苏老爷子闻言哈哈笑了起来，直说圆圆是个小机灵鬼。圆圆和白墨画在苏家做了也没多久，顾爸爸就打电话来问他们2个在哪里，最后过来这边接人了。妹妹，你们什么时候离开回到自己的家？小姑娘被爸爸抱着，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去，于是就将疑惑的眼神投向爸爸。应该会在这边逗留几天。那我明天到白老师家做客。行了，反正也离得不远，你想来玩随时都可以。圆圆眉眼弯弯的朝这个今天新认识的朋友挥手。那苏然哥哥再见。圆圆妹妹再见。二表哥，你要不要养小菊呀？小表妹你不想养吗？圆圆家里已经有了煤球呀，还有猫妈妈一家，都4只猫猫了。带小菊回去的话要被煤球揍的。那煤球揍你还是揍猫？小姑娘水润润的眸子同情地看着小菊猫。哼，揍它。那为了小菊不被煤球揍，还是我养吧。之前就想养猫了，以后你就是我养的第1只猫了。小菊不准乱啃其他草莓，不然打你小屁屁哦。街上集300岁的苏然带着大黑狗和秦简来到白老师家，邀请圆圆参加爷爷的生日宴。3天后是我爷爷的生日，我想邀请你还有白墨画去参加我爷爷的生日宴。圆圆接过请柬，有些无措地看着爸爸妈妈，她没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不知道怎么处理啊。既然是朋友，那就去吧，到时候我们也会一起去。谢谢苏然哥哥。白墨画呢？表哥在画画呢，我怕打扰到表哥就没叫他。那圆圆要不要和我一起去遛狗呀？小姑娘点点头。出去的时候，顾爸爸又开始担心这担心那的，总觉得哪儿都不安全，真是恨不得能将圆圆给拴在自己身上。一旁的顾妈妈没好气的给了她一个白眼。女儿有交朋友的自由，你关心关心就行，别打扰女儿的社交自由了。顾爸爸这才强忍着想要跟着女儿一起出去的欲望，在门口挥泪告别。圆圆早点和苏然回来，有什么事情记得给爸爸打电话，爸爸马上就能去找你。爸爸，我记住了。苏然哥哥，我们要去哪里遛行云呀？刘奶奶家种了大棚草莓，味道不错，要去吗？可以自己摘吗？可以。刘奶奶，您的草莓熟没？我带妹妹来吃草莓了。这是哪家的小仙女啊？长得水灵灵又漂亮的，叫什么名字呀？我叫圆圆。圆圆啊，这个名字好，一听就是个贴心温暖的小棉袄。不过奶奶之前没在这片看见过你，是然然的亲戚吧？是白老师家妹妹的女儿，我们昨天刚认识的。哦，原来是顾妈妈家的呀，今儿你们可来对了，我那草莓红了不少，走，奶奶带你们去，篮子给你们，自己进去摘。谢谢刘奶奶。棚子不算大，行云的身体太大了，就进去不了，于是他就乖乖地坐在出入口等着。小菊倒是被圆圆抱进去了。小菊不准乱啃其他草莓，不然打你小屁屁哦。小菊嘴巴边上吃的湿哒哒的，软声软气地冲圆圆叫了一声。一旁的少年将手里的大草莓递给他，这个给你，牛奶草莓，这个应该是里面最大的。谢谢苏然哥哥，这个你应该喜欢吃，多摘一点吧。圆圆点头，和苏然一起摘了小半个竹篮才钻了出去。到出口的时候，有些惊讶地发现小菊嘴里叼着一颗牛奶草莓，摇着尾巴踩着小猫步朝外面走去，然后将嘴里的草莓放到了行云脚边。行云舔了舔小菊脑袋上的毛毛，把小小一只的小菊直接给舔翻了过去。苏然哥哥，你看，小菊和行云的关系变好了，小猫还给大狗狗带草莓出来给它吃呢。苏然嗯了一声，牵着圆圆的小手不紧不慢地去找刘奶奶他们。行云吃了那颗草莓，叼着小菊也慢悠悠地跟上了。被叼着后劲身体悬空的小菊蜷缩着爪子和尾巴一动不动的，乖得很。刘奶奶，待会儿我给你带一盆爷爷养的兰花来。住在这里的人都是不怎么缺钱的，所以苏然要用其他的东西和刘奶奶换，而老人最喜欢的就是各种花花草草什么的。
然然，你又去拿你爷爷的兰花，不怕被他罚呀？没事，就被罚几张大字而已。行，那奶奶就等着你的兰花了。圆圆眨巴了下眼睛。那你的那份也算在兰花里，我爷爷的兰花很贵的。对，这几个草莓而已，用苏老头儿的兰花换，算来还是我赚了呢。爷爷生日那天我来接你。苏兰哥哥拜拜。白墨画一直在画室待了好几个小时。圆圆端着洗干净的草莓还有牛奶过去的时候，她不仅手上衣服上都是颜料，干净白皙的脸上都是。表哥吃草莓，这个可好吃啦。表哥吃草莓啦，这个可好吃了。好吃？什么时候买的？看起来还挺新鲜的。是我和苏然哥哥去刘奶奶家摘的。苏然来过了。表哥在画画，怕打扰到表哥，圆圆就没有叫你。第二天一早，大家被苏然接到了酒店，大人们各自去应酬了。白墨画则拉着圆圆到角落里安静地吃着东西。没一会儿，就有几个小少爷千金走了过来。你就是白墨画吧？我去年在 F 国参加丹尼尔先生筹办的画展上看到你的画了，你真的好厉害啊！你周杰伦的蒙娜丽莎最后被拍卖了300万呢。哇，你好可爱呀！我可不可以捏捏你的脸啊？这些人都是怎么回事呀？怎么和爸爸妈妈哥哥们一样，老喜欢捏圆圆的脸呀？救一下好不好？拜托。圆圆看他都这样了，小脸皱巴巴的和他说：救一下哦。还有我，可不可以也给我摸一下？我。圆圆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和表哥安安静静的坐着吃东西都能被围住，软乎乎的小脸一会儿就被摸得红扑扑的。肿啦！哇，你怎么能这么可爱呀？我都想要偷回去养着了。听到要把妹妹偷回去养着，吓得白墨画把妹妹护在了身后。干嘛呢？圆圆是我妹妹，才不让你们带回去养呢。要养也得是我养。再说了，我想养都不行呢。热闹的时候，大厅前方的发言台上忽然灯光聚焦在一个点，伴随着一阵掌声和惊叹。只见苏然端坐于古琴前，悦耳的贺寿琴曲一出，所有人都安静下来细细聆听。把青春献给身后那座辉煌的都市，为了这个美梦，我们付出这代价。把爱情留给我身边最真心的姑娘，你陪我歌唱，你陪我流浪，陪我200句伤。一曲了，坐在苏老爷子身边的几个老人纷纷恭贺他拥有这样优秀的孙子。苏老一边谦虚地说着哪里，但是脸上的骄傲之色也挺明显的。当然，在这些赞扬的声音中，难免也会有不舒服的。老公，苏然现在基本已经在老爷子的帮助下掌管公司的一些事情了。咱们天赐也很聪慧啊，他们2个毕竟是兄弟，你去和苏然说说能不能给天赐安排一个职位，兄弟2个互帮互助，以后发展的才能更好吗？这话旁人一听就知道这个后妈不怀好意，但男的偏偏就是个憨逼脑子，不仅没有听出来，反而认为他说的对。放心，我毕竟是他的爸爸，让天赐去帮他也好。爸也真是的，完全看不见我这个儿子似的，什么都交给一个小孩子，我的能力也不差吧？听他嘀嘀咕咕地说着，旁边的女人忍不住抽了抽嘴角。别说了，一说起来之前亏的那几千万我肉疼，你那能力哪里是不差啊，那是没眼看。内心吐槽着，女人表面上假装顺着他，毕竟能找一个这么好骗的老实人不容易。刚才苏然哥哥好厉害呀，弹的曲好好听，大家都在夸你呢。那想不想学古琴？我也可以学吗？可以，只要你喜欢，我就叫你。可是圆圆很快就要回去了呀。这个简单，我们视频就行，约定一个时间我教你学古琴。如果你还想学其他的乐器，我也略通1、2。圆圆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那我们加一下微信吧。然后2人成功加了好友。看着那备注，圆圆想了想，那苏然哥哥算不算是圆圆的老师了呀？你要是觉得是的话也行。苏然今天很忙，简单的说了一些话就离开了。小姑娘一会又被一群女孩围着，最后实在是承受不了小姐姐们的热情，圆圆悄悄拉着表哥溜了。这里好多了，
大堂里那么多人，感觉有些闷。是啊，那么多人都把宝宝的小脸摸红了。就在这时，听到了一阵说话的声音。这声音好像是苏然的。走过去看看。我是你爸，不就是给你哥安排一个工作，这点事情都办不了吗？天赐他是你哥，以后这个家还需要你们兄弟相互扶持才能更强大。外人能和你哥比吗？你看着给你哥安排一个总经理的位置不就行了？不行，不行也得行，这事儿我说了算。那我现在就去告诉爷爷。你这种小事有什么好麻烦你爷爷的？他老人家年纪大了，你就不知道体谅体谅他？你这个当儿子的都不体谅老人家，还要我体谅？苏明浩被噎住了，他干脆的耍起了无赖来。反正你必须得给你哥在公司安排个职位，而且不能低于总经理，不然他要是被欺负了怎么办？我亲妈只生了我一个。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你哥，我是你老子，你们两个身上都流着我苏家的血液，哪来的那么多区别？你现在年纪还小，怎么能打理得来那么多事情？让你哥帮你不是更好吗？天赐怎么说也是大学毕业，总能帮你处理一些公司的问题。就苏天赐那上大学都需要你捐楼才能进去的成绩，你倒是好意思拿出来炫耀。总经理的位置您倒是敢说，您是觉得我太蠢了，还是什么都不懂？下属起码给工资，他们就能干好自己的工作。我安排苏天赐进公司图什么？图他能力不行，图他能给我找麻烦，还是图他和我抢家产？你倒是和我说说，哪家的私生子和正妻家的儿子能和平相处的？我没找他们麻烦，你就偷着乐吧。再找我麻烦，下次我找人把苏天赐套麻袋打一顿，你信不信？你这个孽子！打一下我让人打苏天赐10下，以后的生活费也别想要了。还有你南山那边的项目，我给你撤了。下手前算算这一巴掌能损失多少钱吧。苏明浩无能狂怒，最后只能骂骂咧咧的离开了。看那样子被气得不轻，安静下来后，苏然淡定地瞥向假山另一边。出来吧。老师对不起，圆圆刚刚不是故意的。原来是你们啊，刚才我和我爸吵架，你们都听到了。两人乖巧点头，白墨画有些生气。你爸怎么这样了？在婚前就弄出来一个私生子不说，最后竟然还堂而皇之的将小三和他的儿子女儿带回家，现在更是臭不要脸的要正妻的儿子帮私生子在公司安排工作，这也太恶心人了点吧。苏兰哥哥，你别伤心了，他们不喜欢你没事的，我和哥哥喜欢你呀。你看我很伤心吗？从小我一直是被爷爷养在身边，对他的感情可能比陌生人还不如。不过每次看他暴跳如雷，却又拿我无可奈何的样子，还蛮有趣的。看来是他们两个误会了，心想你这一脸把自己爸当猴儿耍的表情真的好吗？宴会结束，回到表哥家，门外突然响起熟悉的声音，小姑娘拔腿就往外面跑去，吓得二表哥赶紧跟了上去。你怎么来了？四哥哥，想我了没？想了，可想四哥哥了。软糯糯的声音传来，顾明礼捏了捏他的小脸，手感好的不行。看来有认真的在吃饭啊，不错。圆圆被捏得嘟起了粉嘟嘟的小嘴巴，水汪汪的大眼睛可怜巴巴地看着面前的少年。四哥哥，哈哈，好了，不欺负你了。一来就和我抢小表妹。四哥哥，你不是还要上课的吗？怎么到这里来了呀？哥哥，你是不是逃课了呀？小傻瓜，今天是星期8，放假呀。你三哥哥他回来了，肯定会先去公司一趟，那公司就在这里。圆圆想不想去看看？这家伙貌似还不知道你回来了呢。那圆圆要不要给三哥哥带礼物呀？自家人带什么礼物？圆圆更纠结了，小脸儿紧张兮兮的，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像极了一只软乎乎的小奶狗。我还是给三哥哥带礼物吧。圆圆都没给我礼物呢。来舅舅家的时候不知道表哥要回来呀，那圆圆也给表哥买礼物吧，表哥可以选自己喜欢的哦。特别容易哄的白墨画一下子就好了，三个人直接去商场选好了礼物，然后顾去了三哥所在的娱乐公司，并且打电话给了他哥的经纪人。而刚回到公司的顾明瑜并不知道，一个天大的惊喜正在等着他。你弟弟来了。这臭小子来干什么？八成是干了什么坏事，来这里避难的。应该是来看你的吧。对了，他还带着妹妹。经纪人的话还没说完，顾明瑜手机就响了起来。喂，妈，有什么事？明瑜啊，之前你在封闭拍戏，我们没能联系到你，你妹妹被找回来了，就是你大伯家的那个小妹妹。你小时候可喜欢抱着她了，我跟你说，妹妹长得很好看，你赶紧回来。
好，我知道了。挂断电话后，顾明宇缓缓走了进去，他抬手朝圆圆的方向招了招。过了。小姑娘眼睛瞬间亮了起来，踩着小步子跑到他身边。三哥哥，这个给你。哦，眼光不错，怎么知道我回来的？还有我亲爱的弟弟，你怎么跑这里来了？想知道你回来了还不容易，也不知道谁买的广告牌，到处都是你那张大脸。吃饭了没？还没呢。最后几人到了一私房馆内，私房馆的服务员也是顾明宇的粉丝，在看见他的时候，呼吸都轻缓了几分。坤坤，我看到我家坤坤了，坤坤好帅啊！抱歉，我们是来吃饭的，并不想太过惹人注意。是爸爸，爸爸应该要圆圆回去了。先不回去，明天带你出去玩。圆圆眨巴了下眼睛，软乎乎的哦了一声，然后接电话。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啊？圆圆和表哥、四哥哥还有三哥哥在外面吃饭呢。三哥哥说要带圆圆出去玩。什么？顾林墨的声音陡然拔高，然后圆圆的手机就被一只骨节分明的纤长手指拿了过去。好不容易到这边来一趟，怎么也要带他去其他地方玩嘛？就这么回去了，那多遗憾。过2天我也要回临城去，到时候会带着妹妹回去的。顾爸差点跳脚。不行啊，留我女儿在这里我不放心。大伯，你就这么不信任我的吗？我虽然没有大哥那样成熟稳重，但是我也能保护好妹妹的。而且我这刚回来才和妹妹见面，都没能好好交流一下兄妹之间的感情，不像你们能经常和她相处和她见面。我在家里待不了多长时间，就要忙得飞往各个地方去拍戏，以后说不定都没时间好好看她。顾林墨深吸一口气，正准备咬牙切齿地说什么，他的手机就被老婆抢过去了。明宇呀，我是大伯母，你就带着妹妹好好去玩几天吧，但是要记得保暖，别生病了呀，你也别伤心了。真的吗，大伯母？可是大伯那边……没事，带着妹妹去玩吧，你大伯这边有我呢。可是……好了，晚上的时候记得让圆圆打视频过来，大伯母先挂了呀。说完，对面就传来一阵嘟嘟声。搞定。哇，牛逼牛逼！现在爸妈都回来了，你为什么不跟着回来？是不是有了表哥就忘了亲哥了？哼，我就知道，你以为我多稀罕你啊？我才不稀罕呢！对不起啊，小哥哥，要不小哥哥也到这边来吧？三哥哥和四哥哥也在这里，还有二表哥。什么？顾明你这家伙什么时候过去的？为什么不带着我一起？这家伙也太没有兄弟情谊了。圆圆好不容易才哄好了炸毛的顾安，并且承诺明天会去接机，才勉强安抚下傲娇的小哥哥。刚挂断小哥哥的视频，大哥哥的又打来了。哥哥太多了，小小一只的他有点应付不过来啦。大哥哥和顾明宇在一起。顾南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冷，只是今天仿佛更冷了些，有点不高兴了。行吧，又要哄大哥哥了。圆圆在三哥哥这里呢，大哥哥圆圆想你了。想我为什么不回来？那圆圆回去就找大哥哥好不好吗？给大哥哥送饭，等大哥哥下班，陪大哥哥好长时间吗？三哥哥说他后天就回去了。最后顾南还是妥协了。挂断电话后，他摸了摸下巴，黝黑的眸子里闪过一抹沉思。明天一早，顾安那小子也要过去，心里顿时有了主意。于是圆圆还不知道，自己第二天去接小哥哥的时候，还多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呀，大哥哥，你怎么来了啊？想你了，过来看看。妹妹，大哥你把我妹妹放下来。小哥哥，机场人来人往，霸总和萌娃的搭配已经吸引来不少人围观了。先离开这里再说，被粉丝认出来，到时候我们就麻烦了。不同风情气场的顶尖美男一字排开走出机场，而他们一走，机场内的讨论声顿时大了起来。啊啦，我的妈呀，这几个男人也太帅了吧！不行了，我感觉自己快不能呼吸了。霸总和萌娃的搭配我受不了了。有人拍了照片，将视频发到了网上，很快就冲上秒热搜。靠，姐妹儿，你眼睛怎么了？戴口罩的那个是我坤坤老公啊！我天啊，你这究竟是什么运气，竟然遇到我老公了！卧槽，这真的绝子啊！每个人都这么好看，气质特殊，这是帅哥扎堆了吧？我还有一个小美人儿呢，她实在是太可爱了。那个抱着萌娃的不会是她的爸爸吧？想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正回家的人并不清楚，
他们在短短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内就冲上热搜第一了，还是顾南公关部那边的人最先发现。那边的人看到热搜的时候都以为自己眼花了，几番确认这是自己老板后，他们赶紧给顾南打电话过去。顾爷，您看看热搜上那个，是您吧？顾南了解情况后，他蹙眉，撤了，我不喜欢网上议论我以及我的家人，我顾南的妹妹不需要外人做任何评价。你们打算去哪里玩？游乐园、水族馆？不行，人太多了，我一出现在那里准备认出来，到时候大家都别想玩了。所以你就是个拖后腿的。那要不去鬼屋、密室探险，或者去看马赛和极限运动比赛？我看你更想去玩吧，万一妹妹被吓着了怎么办？哼！我有一座私人海岛。一瞬间，在场的所有人视线都齐刷刷地看着他。圆圆不明白什么是私人海岛，但是他也跟着哥哥们一起睁着水润润的漂亮大眼睛盯着大哥哥。去吗？去。于是去玩的地方就这么定下来了。吃完饭坐上直升机后，圆圆趴在透明干净的窗户上，睁着大大的眼睛看外面。随着直升机的升高，小姑娘兴奋的小脸红扑扑的。哇，好高呀！等你上学了给你买一架。大哥你偏心，凭什么我就要年级第一才行啊？因为你不是妹妹。哼，圆圆不要，圆圆坐大哥哥的飞机就好了呀。给你的礼物。那大哥哥送圆圆的飞机，等小哥哥长大了给小哥哥开吧。嘿嘿嘿，小爷我没白疼你。飞机直接降落在人海岛别墅的草场上，圆圆看见远处在宽广草场上奔跑的2匹骏马，一黑一白，宛如画卷一般漂亮。大哥哥，那里有马鞍，喜欢，更喜欢，带你去骑马。大哥哥他叫什么呀？他叫疾风。圆圆黑黝黝的眸子亮晶晶的，眼里全是面前这漂亮的大白马，笑着将自己的小手放到疾风头上摸了摸。疾风你好呀，我是圆圆。这时候旁边的黑马不乐意了，身体撞了白马一下，也将自己的脑袋伸了过去。他叫迅雷。迅雷你好呀，我是圆圆哦。大哥给我也摸摸。顾安屁颠屁颠的跑过来想要摸一下迅雷，却被他打了个响鼻，撅了撅蹄子躲开了。顾安脸上的笑容都僵住了。怎么回事？你这马怎么还双标啊？在海岛的第一天，基本上都在骑马和沙滩中度过。晚上所有人都躺在遮阳伞下的沙滩椅上，天空万里无云，漫天星辰闪烁，形成一片浪漫的星海，给人一种手可摘星的错觉。那些闪耀的星星仿佛就在手心里。大哥哥，这里好漂亮呀！以后常带你来玩。大哥哥对圆圆真好，不忙的时候再带圆圆来好不好？圆圆喜欢这里，却不愿意大哥浪费自己的时间来陪自己。大哥听懂了，手臂伸过去揉了揉小丫头毛茸茸的小脑袋。作为她的妹妹，顾家唯一的小公主，其实她可以任性的。回到家，顾爸爸早就等着了，笑容满面的走了过去，然后把大儿子怀里的闺女抢了过来。女儿终于回来了。看你年纪大的份上，我不跟你计较了。大伯，我们今天就在你家睡了啊，房间自己随便选。今天女儿挨着我和她妈妈睡。第二天，圆圆醒来的时候，顾安和四哥已经去上学了。圆圆今天起得比较晚，下楼的时候只看见了爷爷、大哥哥还有爸爸妈妈。至于三哥哥和表哥，现在都还没醒呢。爷爷早安，爸爸妈妈早安，大哥哥早安呀！小姑娘软绵绵的给每个人都道了早安。顾老爷子几天没看见自己的乖孙女了，此刻笑得比谁都开心。圆圆到爷爷这里来吃早饭。圆圆乖巧的坐下来后就吃丰盛的早餐，直到顾爸爸和顾南都去上班了，顾明宇和白墨画才陆陆续续的起来了。早饭顾明宇只吃了一点，圆圆小姑娘都忍不住用眼神看他，有些担心的问：三哥哥你吃的好少啊，比圆圆吃的都少。你三哥哥我也想大口吃肉啊，但是我这个职业就是不能吃太多，胖一点点都不行，就算吃这么少，每天还得锻炼减肥呢。三哥哥好可怜啊。是啊，不过我现在看你吃就挺满足的。这些都是妹妹种的，是大哥哥还有爸爸他们陪着圆圆一起种的。下次你还要种什么的时候要记得叫我。那要是表哥不在怎么办？白墨画想想也是，他还要回去呢。他干净清秀的脸顿时皱了起来，突然脑子灵光一闪，妹妹你说我也在这边买房子怎么样？毕竟我也不是个小孩子了，也不用随时待在爸妈身边，画画在哪里都能画吗？圆圆也没想到表哥的行动力这么强的，当时提出买房这个可能性之后，立马就要拉着他一起去看房了。等，
三哥哥还在里面呢。白墨花啊哦了一声，还真把三哥忘了，然后转身就拉着圆圆的小手去找顾明宇了。我和妹妹去买房呢，三哥你去不去？所以我不在的这几分钟，究竟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怎么一下子就跳到买房上去了？最终他还是被带着一起去看房了。毕竟如果让这两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傻子去的话，感觉钱都会被骗完。小表妹，要不我给你也买一套房子吧？不要打。小表妹，要不我给你也买一套房子吧？不要打。二表哥我还这么小呢。那我就买个院子大的，给表妹留一块地种葡萄。还挺有钱啊你。那是之前我在外国画展上拍卖的周杰伦的蒙娜丽莎有1000多万呢。哇，牛逼牛逼！最后三哥也看中了一套别墅，一下子卖出去2套别墅，这可真是把销售员给乐得不行，就差把他们给供成祖宗了。之前还说我们像抢劫的乞丐呢。谢谢吴叔叔，我可不可以和你一起学做饭呀？那可不行，这厨房油乎乎的，你看你还这么小，要是伤到了怎么办？不小了，我今年都5岁了，已经是大朋友了。那大朋友你为什么想要学做饭啊？当然是做饭给爸爸妈妈和爷爷哥哥们吃呀。吴厨子心想，有这样一个懂事可爱的女儿，顾家也太幸福了吧，他也好想要一个呀。不过他还是没答应，因为刀很危险，但是却可以教圆圆做甜点。谢谢吴叔叔。不客气，快去给你爸爸和哥哥送饭吧。三哥有事走不开，是表哥和他一起去送的饭。爸爸吃饭啦，吴叔叔给你做的，还是热乎的呢。女儿你怎么来了？给爸爸送饭呀，爸爸快点吃，等一会就要凉了，凉了就不好吃了。好，爸爸知道了，那圆圆和爸爸一起吃行不行？小姑娘软乎乎的摇头。圆圆吃过了，等下还要给大哥哥送饭呢。顾爸爸吃醋了，都这么大的人了，怎么还要女儿来送饭？圆圆抿唇笑了起来，心想爸爸不也一样呀？爸爸辛苦了，要多注意休息呀。不辛苦，爸爸挣钱是为了给你和妈妈花的。等圆圆走后，一旁的老板羡慕道：顾总您女儿真懂事，不像我那臭儿子，就只知道闯祸气我。那是我家女儿最乖了，看到这领带没我女儿送的，看到这袖扣没也是我女儿送的。此刻已经离开的小团子并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正幼稚的给别人晒女儿呢。大哥哥，圆圆来给大哥哥送饭啦。我妹妹来给我送饭的，你们先吃。青年直接将饭盒交给了他身后的南风，将小小的人儿抱了起来，直到几人走了，一旁同事还呆呆地站着没有回过神来。刚刚我眼花了吧？他还是我们那个冷得跟冰山似的老板吗？是啊，虽然基本没有说话，但是全程都能看得出来，他对他妹妹的温柔呵护呢。我也好想要个这么可爱的妹妹给我送饭呀。是啊，手里的外卖忽然就不香了。吃了没？吃了，吃得饱饱的。饱饱的。顾南吃完饭后，圆圆抱着软乎乎的小熊猫，把给大哥哥的礼物拿了出来。大哥哥，你的礼物。你买的？喜欢。圆圆离开的时候，她的手机叮叮咚咚的响了起来。小姑娘抱着手机看了一眼，是大哥哥给自己转的钱，一个金额10万的大红包。大哥哥，圆圆上午给哥哥们买礼物，已经收了好多钱了。既然他们的都收了，那我的也收了吧。他真的就只是想要送礼物而已，怎么收到钱还不高兴了？可是圆圆用不到钱呀。那就存着，等什么时候要用了再说。上集圆圆抱着送给四哥哥的礼物，牵着表哥的手往篮球场走去。同学，里面在干什么？隔壁南华高中篮球部的人跑到咱们这儿比赛打篮球，最后输给咱们学校篮球部了，不服气正吵起来呢。你别得意，下次我一定能赢你。别的不说，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屡战屡败的。你放屁，老子怎么就没胜过你了？你之前也被我打过几次呢？还有脸说，上次打架以多对少，还不是被咱们顾哥打得鼻青脸肿的回去。我成绩在前100，顾明里全年级倒数。顾明里看着找过来的妹妹，眯着眼睛走了过去，然后举起了一脸小表情茫然的圆圆。我有妹妹，你有吗？这和你有没有妹妹有什么关系？就是你不是要和我比吗？那比什么就不是你说了算了。再说了，我的妹妹会给我送饭，还会给我加油送礼物，你有吗？没有。谁也没想到，
好好的一个张狂桀骜校霸，忽然就画风一转变成炫妹狂魔了。小团子被这么多人围观着，再听到四哥哥说的话，小脸害羞一埋，缩到顾明礼怀里去了。哇，校霸的妹妹是真的好可爱啊！是啊，好漂亮的小妹妹，而且反应也好可爱好乖啊，怪不得顾明礼这么炫耀妹妹呢。要是换成我的妹妹，我也炫耀啊。杨星辰听到大家的话，再看着顾明礼那得意嚣张的表情，一股火气直往上窜，然后给自己老爸打了个电话。爸，你什么时候给我生个妹妹？沉默了几秒，又像是经过了漫长的等待，那边终于传来声音了：你给老子滚蛋！嘿嘿。9月秋季，很快就到小团子上学报名的时候了。顾爸爸因为谁带小团子去报名，和大哥哥吵了起来。明天女儿报名，我去。我已经交代南风请假了。翅膀硬了，敢和你老子叫板了是吧？您才知道。小哥哥，大哥哥和爸爸会不会打起来呀？嘿嘿嘿，我还没看过老爸和大哥打架呢，一定很精彩。刚说完就被顾明礼一拳揍了。你给我闭嘴！哼，怎么还不让人说话了？我说你们两个干嘛呢？顾妈妈脸上带着笑容，眼神凉飕飕的看着自己的老公和大儿子，一瞬间她的气场仿佛高大了许多，瞬间变成了家里最强大的存在。老婆，女儿去报名这么重要的事情，肯定是要爸爸带着一起去的，对不？这不孝子这都要和我抢。我是圆圆亲哥，我还是亲爸呢。都一样。哪儿一样了？行了，你们两个都请了多少次假了？当女儿没妈妈呢。明天我陪儿子女儿去报名，你们两个给我回公司去。两人还想要说什么，顾妈妈一个眼刀子甩过去。好的。顾妈妈走后，圆圆笑着走了过来。爸爸辛苦了，大哥哥辛苦了。辛苦什么了？吵架吗？今天晚上和二哥哥一起睡觉好不好？小姑娘仰着头看他，听出了二哥哥话里的意思。二哥哥又要离开了吗？对，这次请假回来休息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哦。然而顾北离开的时间其实是在圆圆报名开学后的第2天。一早顾南和顾爸爸两人黑着脸看他，妈的被老二偷了水晶。你想读几年级？我和哥哥读一个班行不行呀？当然可以，我保护妹妹。你保护个屁，不给我惹祸就谢天谢地了。妈妈，我是你的儿子，母子之间怎么能没有一点信任感呢？你这样让我很伤心，你知道吗？那你继续伤心去。哼，女人真是不可理喻。和哥哥一个班不行的，你还太小了，咱们就算不读学前班，也不用一下子跳这么远呀。那2年级吧。顾妈妈是知道自己妹妹的学习进度的，进入2年级绰绰有余，但妹妹现在的年龄是读1年级的标准，想要跳级上2年级的话就得先考试。报名的日子来学校的人还挺多的，基本都是大人带着小孩，有时候甚至还能碰到几个熟人。这不，顾妈妈他们刚走了没多久就被叫住了。顾太太，顾太太，这位就是你的二儿子吧？果然是长得一表人才，斯文儒雅呢。哪里，你带孩子来报名呢？刘太太点头，简单的相互介绍后，这位刘太太又将话题转移到了顾北身上，并且明里暗里说自己也有一个在国外留学的女儿，如何优秀，改天相互介绍认识等等。顾妈妈都礼貌回绝，熟练的含糊几下就带着自己的儿子女儿离开了。我们虽然不催你，但是你自己也得争气点啊，别整天泡在实验室里啥也不管。我看等你年纪再大一点，国家都得急着想要给你找女朋友了。妈，我哪有时间找女朋友啊？上集3张2年级试卷，圆圆只花了1个小时就做完，让校长一阵惊讶。校长，我女儿考得怎么样？可以入2年级了，小家伙的成绩很好，全部满分。那这3张试卷我可以拿走吗？可以。顾妈妈拿着试卷高兴的不行。我女儿第1次入学考试就全部满分，女儿你真是妈妈的小骄傲，等会回去就拍照片发朋友圈，和自己的小姐妹们炫耀。嘿嘿嘿，我就知道我妹妹一定行的。顾安的尾巴又翘起来了，正所谓姜还是老的辣，校长笑眯眯的一句话就将他翘起来的尾巴给压下去了。顾安同学，你上学期期末考多少分呢？不提这个，我们还是好朋友。一会校长通知了2年级1班的老师过来，这位是2年级1班的杨老师，以后就是你的班主任了。杨老师好。圆圆同学好呀，家长麻烦你们填一下表，明天就可以送小家伙来班上学习了。杨老师，那我家圆圆以后就麻烦你了。哪里，圆圆同学的成绩很好，还这么乖，我也要谢谢家长能信任我，
将它交到我手中。顾妈妈对这个老师挺满意的，填完圆圆的报表后，就继续带着顾安去报名了。以往每次报名都跟要累顾安小命儿一样，这次她却格外的高兴。妹妹，我跟你讲，我们班上肯定还有好多人的寒假作业没做完呢，现在指不定都在赶作业。哼，这家伙是给点颜色就开染房了是吧？尾巴都翘天上去了。毕竟以前都是临时赶寒假作业还赶不完的，这次他底气足吗？到顾安班上的时候，果然看见不少人都在愁眉苦脸的抄作业。顾安，你怎么现在才来啊？你的寒假作业不抄了？呵呵，抄作业怎么可能？我顾天才都是自己做的，而且我们不一样，我的寒假作业早就做完了。顾安的小伙伴们都用不相信的眼神看着他。骗人的吧？你别吹牛啦，你平时作业多没有自己做，每次都是抄班长的。就是课上全了嘛，你就会做作业啦。之前哪次的暑假作业不都是光秃秃的？家人们谁懂啊？兄弟，我们一起赶作业呀！这拆台来的猝不及防，顾安好哥哥的形象都快在妹妹这维持不住了。他赶紧将自己的寒假作业本拿了出来。妹妹，你得相信我，我平时根本就不像他们说的这样。给你们看看，我都说我已经把作业做完了。你们不相信的话，可以问我妹妹。圆圆拉着小哥哥的手，特别乖的点头，奶声奶气的给自己哥哥作证。是小哥哥自己做完的作业。顾安的小伙伴们下巴都要惊掉了，翻开寒假作业本随便看了下，眼睛都瞪得圆溜溜的。顾安，你真的把作业都做完了？这太阳也没往西边出来啊！哼，有什么能难倒我顾天才的？不就是一个寒假作业而已。嘿嘿嘿。顾安骄傲的尾巴都快翘上天了，那语气轻飘飘的，简直不要太嘚瑟。不要脸到这种程度，果然很顾安，竟然背着我们做寒假作业，你背叛我们的兄弟情谊啦！就是家人们谁懂啊？桃园5结义今天就此破碎了。顾安叉腰狂笑，半点兄弟情谊都没的。嘿嘿嘿，看你们赶作业我好爽啊！哎，我今天怎么这么轻松呢？原来我寒假作业做完了啊，也不知道老师要什么时候来收作业呢。众人拳头硬了，受不了的顾妈妈带着小团子离开了。我们去逛文具店吧，看看你有没有什么想要添置的东西。那小哥哥呢？没事，他都在学校待这么久了，不会丢的。嘚瑟完被揍一顿的顾安回过神来，扭着脑袋到处找。我那么大一个妹妹呢？我那么大的妈妈和二哥呢？最终打电话得知几人去文具店给圆圆买东西了，并没有通知他。顾安气得差点将自己的手机给摔了出去。怎么可以这样？气死我了！哎呀，我们这不是怕打扰你在同学面前嘚瑟吗？哼，你们在哪儿呢？我去找你们。呵呵，自己在班上好好待着，老师来了就自己报名。我和你二哥给圆圆买完东西就过去。说完直接挂了电话。太过分了。买完东西后，他们慢吞吞地溜达回去了。这时候的顾安已经报完名了。哼，终于抛弃我的人回来了。呵呵，阴阳怪气啥呢？呵，你还回不回去？呵，哎，行吧，你不走那我们走了。你们离开都不带着我一起的。顾妈妈笑着摸了摸自己儿子的脑袋，那不是怕你丢我们的脸吗？妈妈，你有没有搞错？你拥有我这么一个聪明帅气的儿子，不应该感到骄傲的吗？是谁给你这么自信的错觉？翘天上去的尾巴还没收回来呢，需要妈妈帮你回忆回忆。你自己的寒假作业还是妹妹帮你解答的吗？我聪明的乖儿子。回到家，下班的顾爸爸就将自己的女儿抱起来，关切地询问：宝贝女儿怎么样？你报的几年级几班？圆圆才不是狐狸精，狐狸精可比你这个肥头大耳漂亮多了，你才不要脸呢。接上集第二天，杨老师带着小团子走进了教室，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以后就是我们班的同学了。圆圆同学，你介绍一下自己吧。大家好，我叫顾圆圆，以后请多多关照。哇，好乖，好可爱呀，还软乎乎的。老师，让圆圆同学坐我这里，我这里有位置。老师，我这里也有空位，都安静。教室里终于安静了下来，然后杨老师给圆圆安排了一个比较靠前的位置，并且是挨着一个女生坐的。班上的小男生顿时失望了，倒是挨着圆圆的那个女生有些兴奋。同学你好，我叫09，以后我们就是同桌啦。09同学你好。那个，我能不能摸摸你的脸啊？人怎么都喜欢摸我的脸呀？
在林九期待的目光下，圆圆小幅度的点点头，并且竖起了一根小指头，奶声奶气地说：“只能一下下哦。”我就知道你的脸肯定很软，这手感好舒服啊。顾圆圆，你身上好香啊。圆圆眨巴了下眼睛，抬起手臂自己闻了下，但是什么都没有闻到。没有呀，什么味道都没有。有的，明明就有一股很好闻的奶香味。讲台上，杨老师瞥了林九一眼，示意他安静。阎王班，你带几个人和我一起去拿书。知道了。一会，杨老师带着班上的男同学抱着书回来，挨个给同学们发课本。发完书之后就到下课了。杨老师离开后，圆圆这里就开始热闹了起来。圆圆同学，你几岁啊？看起来好小啊。圆圆同学，你以前在哪里上学啊？我们交个朋友吧，我的东西都给你吃。好，有什么好看的？分明就没有我好看。就是，玲玲才是最好看的。我们玲玲可是芭蕾舞天才，下个月就要去参青少年家比赛，到时候就能被著名的芭蕾舞老师选中当徒弟了。也就那样吧。顾圆圆，你会跳芭蕾舞吗？忽然被敌视的圆圆，太诚实的摇摇头，不会。好好，她连跳舞都不会，根本就比不过我。可是圆圆同学成绩比你好啊。好好，我才不相信呢，肯定是老师给她的试卷很简单。胡说，就算简单，你也不会3科都考满分。我才不相信她的成绩这么好呢，不然我们就比，月考的时候看谁的成绩更高。如果考得没我好，那你就离开我们班，我不喜欢你。李玲，你这就有点过分了吧？顾圆圆同学才转到我们班上来，你就欺负人。我怎么欺负她了？我只是要和她比赛考试而已，比赛输了有惩罚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她才到班上来呢，你们就这么护着她，真是妈妈说的狐狸精，不要脸。软乎乎的小圆圆也生气了，腮帮子气成了河豚。比就比，你说圆圆狐狸精就算了，你才不要脸呢。狐狸精就是不要脸，圆圆才不是狐狸精。圆圆看过动画片，狐狸精可比你这个肥头大耳漂亮多了，而且可厉害了。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敢这么和我说话？信不信我爸爸让你上不了学？我爸爸和哥哥也超级厉害，你爸爸打不过我爸爸还有哥哥他们。我舅舅可是这个学校的教导主任，我让舅舅来收拾你。完了，宝宝家里好像没有人在学校当老师呀，怎么办啊？圆圆精致的小脸皱巴巴的愁了起来。就在李玲得意的时候，门口传来比李玲更加嚣张的声音：干什么？欺负我妹妹是吗？真当我妹妹学校里没人吗？欺负我妹妹是吗？真当我妹妹学校里没人吗？圆圆在看见自己哥哥的时候瞬间笑了起来，她迈着小短腿儿跑过去：小哥哥，你没事吧？他有没有欺负你？没欺负着我，我凶回去了。他的爸爸肯定打不过我的爸爸和哥哥们的，但是他的舅舅在学校当教导主任，我们家好像没有啊。不怕，他的舅舅要是敢欺负你就来告诉我，我揍他一顿叫家长，然后让爸爸或者大哥来收拾他们。可是哥哥你还小，打不过大人的呀。没关系，我还有这么多朋友兄弟呢，关键时刻都能为我，帮他舅舅两肋上插刀，而且大人都是要面子的，这样一来他就肯定输了。对，我们都可以帮他舅舅两肋上插刀，保护妹妹。不了吧，那该不是请家长，得请警察叔叔了。听着好恐怖的样子，李玲都被吓傻了。我妹妹才刚上学呢，你就欺负她？她比你小那么多，你欺负她要不要脸啊？你欺负我，你不要脸。我这是在给我妹妹报仇吗？不算欺负，以后再欺负我妹妹揍你，信不信？正巧这时候走进来的杨老师看见教室里一团乱的样子，脸都黑了。你们干嘛呢？李玲抽抽噎噎地看着杨老师，正要告状，顾安马上先声夺人：老师，你们班的这个同学太过分了，今天是我妹妹第一天来学校，我下课了就来找她来着，谁知道在门口就听到她说自己舅舅有多厉害，还要给我妹妹一个教训。我家妹妹多乖啊，又没脾气，被欺负的都快哭了。
我这个当哥哥的当然就看不过了，来说他几句，也没打他骂他，他还哭了，搞得像是我们在欺负他一样，这分明就是碰瓷。老师，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说着抱着自己的妹妹假惺惺的哭，活像是受了多大的委屈一样。李玲又哭又气的脸都红了。还能这样捏？呜，明明就是你欺负我了。我怎么欺负你了？你自己说说。你说我不要脸，明明就是你先说我不要脸的。杨老师也没有全偏听偏信顾安的话，问了几个班上的同学，确认的确是李玲同学故意来找茬的，就严肃着脸教训李玲同学、顾媛媛同学，来老师办公室一下。你们先自己回去，我不放心，我妹妹那软绵绵的性子，万一再被欺负了怎么办？我得去看着点。说完，他就尾随在杨老师他们后面悄悄跟了过去。李玲同学，你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吗？我才没有错呢。顾媛媛是新转来的同学，她都没有和你说过一句话，也没有得罪过你吧？那你为什么要找她麻烦呢？谁让大家都围着她打转的，还说她是我们班最漂亮的女孩子，明明我才是。以前大家都夸我漂亮的，那是因为你舅舅是教导主任，大家不想得罪你，睁眼说瞎话呢。谎言不会伤人，真相才是快刀。被暴击的李玲哭了。我不想她在我们班，我要让舅舅把她调到别的班去。小团子凶奶凶的瞪他。我凭本事考进来的，凭什么出去？我不管，我舅舅是学校的教导主任，他不让你到我们班，你就必须离开。我大表哥还是医生呢，等你舅舅生病了，我不让大表哥给你舅舅治病，谁稀罕？我爸爸还是坤坤集团的总裁呢，别以为只有你有哥哥，我也有，我有2个哥哥，我有7个哥哥，每个哥哥都超级厉害。我爸爸给我买了超级贵的钢琴，我大哥哥给我买了好大一个农场，我爸爸有一架超级大的私人飞机，我大哥哥和爸爸也有，他还有私人海岛和游轮呢。杨老师表情逐渐沧桑，这就是小孩子之间的吵架吗？比得杨老师流下了贫穷的泪水。最终的争执还是圆圆胜利了，老师让他先回教室去，他还要留下来继续安慰李玲那颗易碎的玻璃心。小哥哥，怎么是你呀？我不放心，跟过来看看。妹妹，你没被欺负吧？没呢，他说不过我，还被我说哭了呢。没有就好，等我成为世界上最厉害的黑客，就能更好的保护你了。嘿嘿嘿，好了，你快进教室去。要是有人敢欺负你，千万不要忍着，记得来找我，哥哥帮你收拾他。妹妹怎么样？杨老师没说你吧？李玲也太过分了，明明就是她先欺负你的。不过她的舅舅真的好凶的，要是她的舅舅来找你该怎么办呀？没有说我不怕，我还有爸爸和哥哥呢。刚被老师教训走进来的李玲，听到圆圆的话后，那生气的小眼神都在瞪着圆圆。被李玲瞪着的圆圆一点都不怕，她可有好几个哥哥呢。等我舅舅来了要你好看，我哥哥们才好看呢。你个肥头大耳，不要来打扰我学习。又是哥哥，你哥哥多了不起呀！等到放学后，李玲才知道哥哥多是有那么一丢丢了不起的。小哥哥小心呀！没事，你的天才哥哥稳着呢。就是下雨了，我们也没带伞，不知道今天谁来接我们。我没跟你们说今天我要来接妹妹放学的吗？大哥，你工作那么多，来凑什么热闹呢？我愿意。大哥哥、三哥哥。李玲气呼呼地看着圆圆被他其中一个哥哥抱起来接走了，自己的家人却到现在还没来接他。他不由想起自己的那2个哥哥，一个只知道打游戏，一个只知道在外面花钱，哇的一声就想哭出来了。这让他怎么和顾暖暖比？不行，回去得让自己的哥哥也找工作去。在学校怎么样？还习惯吗？同学们都很好的。哼，什么话？不是有一个人欺负你的吗？可是我也没吃亏的呀，他还被我说哭了呢。怎么回事？小团子觉得没什么，因为李玲全场都是被圆圆压着打的，但是哥哥们还是仔细问了，他也就仔细说了。说完之后，小表情还有点骄傲。做得不错，以后再有人欺负你，尽管放心大胆的欺负回去。那是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如果实力差距过大妹妹，就先记着，只要回来告诉我们就行。等会我要难风查查那个女孩背景，
嘿嘿，放心吧，学校有我在呢。我现在已经和妹妹班上的同学打好关系了，只要有人欺负妹妹，他们就会来找我，绝对不会有事的。嘿嘿嘿。